回到 Star See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对频道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还好吗？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是一个美丽的日子啊，是我们的3月新月日，那也是我们春分这个节气到来之时。接着今天的能量呢，要帮大家来看一下未来90天，就是在这个春季啊，北半球的春季，南半球的秋季，宇宙给我们的春日惊喜是什么？随着节气啊，我们的整体能量和磁场都在发生着非常大的转换。再者就是在最近的这个时间段之内啊，包括从我们今日的春分日，也包括是牡羊座的生日啊开始，太阳进入了牡羊。未来的一个阶段当中，我们会陆续的迎来很多天象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冥王星要正式移到水瓶座了啊，我们的火星也会在这个周末3月25日开始正式进入巨蟹座，这是一个能量聚集变化比较强烈的一星期，或者说一个阶段。所以对于大家来讲，有可能外在和内在都需要有很多调理、适应，或者说迎接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以及冲击和挑战。那相信在这个春季到来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宇宙给我们全新的能量和很多机会，也包括这背后有可能会展现出非常多的真相、真理，或者说让我们重新去 focus 和瞄准的部分。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波段当中也调整好我们的频率，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就像这个我们的卡牌背面一样，以我们自己灵性的终点这个光点为核心，去真正的面对我们未来的一些变化和外界给予我们所有的挑战。希望大家在这个春日当中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祝福大家愿望成真，心愿达成，宇宙将所有的好运在新月日这天，也透过这一则影片传递给前来这则影片的大家，祝福大家，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开始啊，在选牌之前的冥想环节。那我们的冥想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啊，跟之前一样，会帮大家做一个能量上的调整、净化，以及各个脉轮的一个平复，或者说是修复等等。大家可以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也可以在安全的状况之下放松身体，闭上双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和感受宇宙给予我们的信息、能量、疗愈和声音。那今天在我们冥想之前呢，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连结。在刚刚呢抽这个主牌的时候啊，我们一开始会将这个参照的神谕卡抽好，这张 OK。Extended Masters 啊，反复的跳出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冥想的时候可以去连接的能量了。Starseed 比较确认，我们看到很多神灵，包括大家的祖先以及各个宗教的Masters 都在这个卡牌当中。他们在极高的维度啊，可以说是10维度，用一种慈悲和爱的态度来引发我们的直觉，跟我们发生频率上的共振，来帮助我们在灵性上做一个真正的提升，也跟我们在当下宇宙在环境调节和变化的过程当中做真正的连接。所以在今天的冥想当中，我们也可以去连接大家的宗教信仰宗教的神灵，或者说保佑着大家的神，你们的祖先 OK， 或者说你们的家族信奉的神灵祖先等等。我看到在这则占卜就是即将成型或者是在准备的阶段呢 OK， 已经有很多这样的频率和声音纷纷到来了。原因在于有可能在今天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也跟我们的宇宙神灵有着特别的感应，或者说在一个变化的频率当中，我们都在不停的去channeling， 或者说downloading 这当中的一些能量，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将视角 focus 在我们的中心点，我们刚刚所说的，还有就是连接可以帮助我们的扬声大师来净化、提升和给予我们保佑、祝福以及恩典。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宇宙为你们的到来和你们的存在而感到荣耀。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首先，在这个声音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开始调整我们的呼吸和放松我们的身体。还是跟之前一样，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体的正中央，我们呼吸道的位置。深深的吸气，并深深的吐出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身体的能量的存在。让我们一起做3次。好，在调整我们呼吸的同时，让我们静静感受身体慢慢的静下来，我们的很多思绪渐渐平稳。如果大家当下还有一丝疲惫，或者说有很多情绪，让我们注重在 focus 在我们的呼吸上。好，请听我们的呼吸，感受我们的呼吸。在调整呼吸的同时，我们开始放松我们的整个身体。让我们放松我们的头顶，放松我们的脖颈，放松我们的肩膀，放松我们的脊背，放松我们的腰椎，我们的骨盆，放松我们的双腿，放松我们的膝盖，我们的脚踝。我们轻轻地将双手摊开，感受能量平稳的流通，并向下。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宇宙给我们轻盈的疗愈。好，当下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我们的身体下方。如果是站姿，站着的朋友就是双脚下方；如果是在坐着或躺着的朋友 ，OK， 就是我们的海底轮下方、骨盆下方，开始聚集我们的能量，它以逆时针的方式在不断的盘旋、扩大、发亮。深呼吸，来感受我们的能量和这股温热。让我们开始来静静地感受我们的每个脉轮，从海底轮上升，
到我们的脐轮，到我们的太阳轮，到我们的心轮，从我们的心轮集结能量，再次上升到我们的喉轮，我们的三眼轮，我们的顶轮。让我们感受我们的顶轮向外释放光芒，这光芒跟我们的扬升大师一起连接，跟着宇宙的频率正在不断的上扬。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变得更加光亮，更加有爱，更加澄澈和透明。感恩我们的身体，感恩我们的灵魂，感恩宇宙给我们的爱，以及这次美丽的生命旅途。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就完成了。我们把这张卡牌放在这里。好 ，OK， 我们可以轻轻的睁开双眼，重新调整我们的呼吸。希望今天的这一个冥想环节也帮助大家做一个灵魂上的、身心灵上的透气啊，并且连接到我们这一次宇宙全新的新月的能量、春分的能量，帮助大家做这种能量上的补充、滋养以及净化。好的，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选牌。今天我们同样啊，在每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大约都是5副牌。今天是同样的一种感应，同样的一种讯息，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眼前的从左到右5张卡牌来进行选择。OK， 可以根据卡牌的位置、它的光芒、
单纯的第一印象来进行选择。我们从左到右是1、2、3、4、5，5副组牌。好，为了方便大家的选择，我们今天同样也用天人石来当做参照物，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天人石的位置、形状、色彩来进行选择。那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不限的，关于给予大家的惊喜，给予大家的转变，有可能有一些朋友是非常多的，可以选择很多副组牌，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应。有些朋友可能会非常单纯、简单、直接的来打开一副组牌。OK， 哪一副组牌是对应大家能量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天人石哦。最左边第一副组牌是黑曜石，黑色天然石。好，我们第二副组牌，第二个惊喜是粉色天然石。好，粉色。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宇宙的第三个惊喜是透明的白色天然石。白色天然石。我们的第四副组牌，第四个惊喜，太阳石，颜色虽然淡雅了一点，好，橙色天然石。我们最右边第五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绿色萤石，好，绿色天然石。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具有感应的呢？哪一副组牌又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的注意的呢？根据你的第一直觉就没错了。选好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抽牌和读牌。选到最左边第一副组牌黑色天然石黑曜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黑曜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呢，在这个新月以及春分来临之日，我们要看一下未来的90天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转变，我们的春日惊喜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的指引牌呢，最后作为宇宙的建议和指引一起来阅读和揭晓，先放在一边。我们首先帮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来阅读一下大家的转化和惊喜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的牌 OK，Pegasus and Clouds 云和飞马的能量，从整体上来讲，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转变来自于自身，外界的环境当然也给了你们很大的一个助力。你们的转变跟天王星或者说冥王星进入水瓶座有很强烈的关系。我看到你们会释放自己，你们会打开之前的一些束缚以及身陷囹圄的能量。很多朋友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都是天空啊，你们会拥有比自己想象的或现在感受的，你们预计的更广阔的天空和发展的一个环境或者说资源。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变成一个很天王星或者有一定水平能量的人，比如说你们会更追求自由，你们会追求一种自我的精神主义，或者说自我的完成。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会有机会得到远方的国外的或者说其他城市的一些消息，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是有机会去旅行度假出差的。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等待那个突然让自己进行转换，比如说我们的身份，我们目前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在等 offer， 我们在等升职，我们在等工作上的一些更好的机会。你们会发现这些机会会突如其来的以消息的方式，首先以信息的方式来到你们的身边，不一定你们在物理上你们马上去做这个转变，但是在这个阶段当中，这90天你们也会发现之前你一直会殷切的期盼的，你会投注能量的这个部分，它其实是显得渺小了。就有可能你未来会看到更广阔的天空，更多的选择和选项。我看到你们的想象力很丰富啊，这个阶段当中你们会有很多言语上的或者说灵感上的资源信息上的一些信号，有不同程度的朋友，你们会在不同的程度上解放之前一些自己被
我们刚刚说束缚的部分。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当中，你现在正在像风一样，像云一样自由自在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出于你内心的，而不是说外界出现了什么变化，我们要随着这个方向去改变以及改动。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突然起心动念的转换你的一些决定，甚至你在外形上，你在处事的一些方法上，你对于人的一些态度，对于情感的一些态度，都会变得更加洒脱，更加直接，或者说充满了变换能力。很多朋友我觉得啊，这是你们期待已久的变化。有可能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之前是那种为了感情、为了事业放不开的，付出过多的，或者说我一个阶段不能让自己做这种转变，所以你们等待了很久。而在这个阶段当中，我看到你们会让自己从这个状态里边释放出来，无论是内心层次上的，还是这件事情的通顺程度上，都会有很大的转变。当然了，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让自己不再用一种传统的方式或呆呆的去等，你们会主动的做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 Tarot 告诉我们什么信息？那第一副牌朋友，你们的转变在哪一个方向？是什么样的？我们抽牌来看。我们看到什么 ？Queen of Swords， 宝剑的皇后啊，这边飞出来的牌是什么？我们看一下 ，Four of Swords in reverse， 逆位的宝剑4号。King of Wands， 哦 ，sorry，Knight of Wands， 权杖的骑士牌，很好。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这边我们又去 clarify 一下，我们抽到的是 Strength in reverse， 这是一个你再去聚集能量的时间点。我看到啊，在这个未来的90天当中，你会有很清晰的一个决定啊，改变主意就类似于改变主意的决定。你不会让自己去花时间，或者说花你的能量在什么人什么事上了，你会有一个全新的突破。我看到这个突破其实有关于你的新的创意、新的行动、新的事业的。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90天当中的转变是，你会变得更加独立、自我以及自由，你会更加热爱你目前处在的一个状态，哪怕这并不是完美的，或者说你最 powerful 的能量。你们也会去关闭自己的某一个能量渠道，比如说你一直在输出能量给一些人和一些事，你会关闭这个渠道，你会让自己看到那些给你助力、给你帮助的人事物，以及你会在这个阶段更加注重你的荣誉感，你的创意会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发展，你们是会有成就的。所以在这90天之内，我们也抽到了 Knight of Wands and King of Wands 啊，全部都是火象的牌 Strength。 第一副牌的朋友，火象我们刚刚所说天王星能量对应的是水瓶座，水瓶座、狮子座、火象星座的朋友选到这一组风火能量的人，这90天当中，你们会看到有很多激动人心的变化，比如说在职场上有了新的 case， 有新的案件、新的合作、新的项目，有可能你们在生活当中有了新的这个旅途上的计划打算，甚至你会像我们刚刚所讲的突然去出差旅行，看到这个广阔的世界，你会发现其实你就正走在你想要走的路上，而且你又越了一个层级。我看到其实每10天对你们来讲都像是一个飞跃式的转变一样啊，你们会一点一点的从这个台阶往上走，去等待给你的那一个果实。这个果实我觉得是很丰硕的，比如说是你们前几年所积攒起来的经验，你们想要去创造创意的这个事业，你们想要去打开但一直没有打开的能量场，你们想去引领的一个比如说领域啊，一个职业的赛道的一个转变，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会渐渐的朝你走来，而且我看到有很多欣赏你、喜爱你的人在为你助力，你们会变成像众星捧月一样的存在。紧接着，我觉得这种众星捧月并不是你会沉迷在这个状况当中。很多朋友，你像小飞马一样自由啊，你会跟你的指导灵一样。飞向属于你的天空，所以这个阶段你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啊！我觉得这种质的飞跃其实是会在你起心动念，比如说我决定了我要在未来怎么样去做，那个状况底下突然的达成。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阶段当中，我觉得会转换你们的
阴性能量为阳性能量。就是说，如果你们之前有很多灵感，你们有可能会觉得我去感受和接纳以及包容的更多，我觉得那个阶段你已经毕业了。那这90天当中，你们会更多 focus 在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你需要什么样的行动来去补充你目前想要去达成的这个目标，补充你的能量。还有就是你会找准机会往前动起来，而不是站在原地。这边我们看到 Four of Swords 宝剑4号是逆位的。我们可以分别来帮大家做一个分析啊。我看到事业和感情上分别都有，事业上很不错。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让自己事业脑、事业心一点，因为未来这90天当中，对待你们来讲，其实不只是一个，有可能会有多个事业上的机会、合作的邀约，以及对待你欣赏的人事物来到你的这个生命当中。但是我觉得你们有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对待这些欣赏，对待这些合作，你们会让自己更多谨慎的去安排，甚至你们会去给自己排好一个全新的时间表。我看到你们多多少少会去尝试试水温，试一些新的事情。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有可能会在你们的事业上有成就，比如说你们会有奖杯，你们有可能会被颁奖，你们有可能会有好的资质，然后被你们所在的学校组织团队看到。还有就是你们会被授以荣誉，我觉得这种荣誉是你们本身就应该拥有的。这个阶段我觉得你们其实是拥有贵人，但是最大的贵人还是一样第一副牌的朋友是你们自己，你们的聪明才华。很多朋友，如果你们是独立创作人，你们是独立再去工作的人，或者说我本来就是一个 boss， 我要去带领这件事情的发展。我看到在未来这个阶段，你们会让自己就是说充满了斗志，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意志能力，去挑战之前你认为的不可能。我看到你们其实是在开创的一个状态，所以在金钱方面，在我们去取得的这个，比如说物质上的这个获得方面，其实你们是在被宇宙所 support 被支持的。Ace of Pentacles， 也就是说，最近这个阶段你们在事业上，无论有什么样的目标，无论你们在寻找什么样的工作机会，你们得到了什么样的 offer， 你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合作方出现，我认为都是给你助力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看到90天里边你的春日惊喜。第二个就是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在情感这件事情上，你会有新的追求者，或者说你的情感对象会对你释放出很大的热情、激情。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好像还没有去准备好去爆发你们的某一种魅力，或者说你们现在好像还在收着拿捏着这件事情。原因在于你们有可能被冰冻了、冰封了太久了。而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看到其实你们是非常有魅力的，无论从我认为其实你的魅力更多是来自于你的智慧、你的 vibe、你的磁场、你的能量。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的这种魅力其实是收不住的，所以一些对于你非常有好感、非常想要去帮助、肯定你，甚至在事业和生活上想要去捧起你的人，我认为会来到你的世界，而且他会展示出自己的好感。如果之前你认为在感情上没有戏唱了，没有接下来的后文了，我认为这个人有可能他会反而给你一个 surprise 在你非常不确定的时候给你惊喜。有一些朋友，你们的这个感情对象在异地在远方，我认为你们是有机会去让这个感情走向更加稳定和真诚的状态的。我觉得其实最近这个阶段不一定我们要去谈到关于遥远的未来，关于契约关系等等，但是一定你们在情感上也会有很不错的发展和推动。我觉得这个季节里边对待你们来讲，你们其实也像云一样，像风一样在变化，而且你们是很渴求自由的，所以说你们身上所带有的这个天王的色彩是非常强的。我认为其实是水瓶座进入了冥王星进入了水瓶座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水瓶座成为了这个冥王星目前所在的这个区域，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更容易去把你天马行空的、自由自在的、不拘一格的想法发挥出来。所以很多朋友，其实你的创意，包括你对待自我的建设、你的个性、你真正的一个意志能量的展示，才是你这个阶段真正可以看到宇宙给你最大的惊喜，因为你做回了自己。有一些朋友这个 strength 是逆位的，力量牌是逆位的，我看到你们在这个阶段有可能还需要去进一步的修复，或者重新修复你们的海底轮和脐轮。但是你们拥有的，我看到是更多的自信心，比以前更多。你不但确信自己，也会更加确信宇宙，也会更加确信你正在
坚持的、相信的啊，包括在原则上、在逻辑智慧上、在灵性上的这个部分。灵性的拓展，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和指导灵的连接是很近的，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你们反而会让自己静下心来去读书，在有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一般的冥想或者说一些更自然的接触，都会给你很多灵感和不同以往的一些见识。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啊，虽然说被大环境推着走，你们有的时候会要社交啊，会要外出啊，但是你们内心反而是很平静的，或者说你们是像空气一样，你会放空自己，你会自由，所以你不会给自己那么多的心理压力。而在这90天之内，我看到有很多跟随着你能量的人会聚集到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是风的话，那对方就是火焰，会照亮你的世界。如果你是智慧，你是这个智囊团的话，我认为你的发动机已经出现了。我看到其实你会有很不错的就类似于天作之合的合作。还有一些朋友，我认为如果你已经在一段稳定的情感和家庭当中，这就是你家庭成员给你的支撑了。而且不止一人呢，工作上也会有。其实你长期的付出，我觉得宇宙在给你一个表彰，这种表彰不一定完全是一个阶段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这个成果，或者说我们达成了我们的目标。因为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目标其实很长远，还有就是你们在当下还在去酝酿你们的一些资源，但是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外界的肯定上，你们会得到非常丰厚的回馈。就是我看到在第一副牌的朋友里边啊，你们的这个惊喜转变，首先总结一下，惊喜转变就在你们自己的身上。我看到不管是你们的潇洒自信，还是你们的一种从容淡定，还是你们由内而外的一种真实的意志力的表露，这全部都会吸引到周围正在注视着你的人。其实你们是非常被关注的人。然后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你们会有机会梦想达成，就是愿望达成。这个愿望有可能是你去年当中许愿的，跟远方、跟出行，还有跟转变自我有关。我觉得在外形上，在你们个人的一些审美观念上，或者说在你们的调整上，我觉得你们都会有一些全新的灵感来支撑你们。所以说你们现在有什么童话一般的想象吗？你们有对未来什么样的憧憬吗？都可以大胆的去许愿，而且去实践它，尝试一下不乏尝试一下一个不一样的，比如说不一样的色系，不一样的发色，不一样的饰品等等，我觉得都会给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可以转变自己，并且我可以做自己，我不会受周围人任何意见的，任何的或者是周围的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宇宙给你们以自由，也给你们以最真实的滋养和帮助，就是肯定和爱自己，好吧？好，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我们首先来读这边的一张我们的指导灵，我们的祖先 Sensitivity and Strength， 我们这边有一张 Strength in Reverse， 力量牌的逆位。好，宇宙正在给你的敏感度你对于信息的接收度，还有就是你力量的源泉，以全新的能量。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得到的依然是天空给予你们的灵感，所以你们可以在散步外出的时候多看一看天空。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把内心当中真正的一个火一般的意志能力拿出来，其实之前你们多少是会有一些隐藏或逃避的，这种逃避和隐藏已经在这个阶段画上一个尾声了。原因在于其实你们已经知道一些对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并且外在出现的一些改变，一些机会你们会切实的抓住，所以宇宙在帮助你们得到了某一个讯息，你们有可能会看到羽毛，你们有可能会看见风和云在你周围经常盘旋，这代表了宇宙在告诉你，你这个敏感的察觉能力，你当下跟宇宙的连接，你和指导灵的连接，祖先的连接，全部都是真实的。而且这种能量其实在你的真实的内在，而不在外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你不用去外在去寻找任何的外援了。我看到当你这个能量真正的展现聚集，而且当你确信它的时候它会源源不断的涌向你的生命，而且我觉得你们会一点一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取得你们想取得的目标，而且是一步一步很扎实的。
很多朋友其实你们走的已经很高了，也有很多人在仰望你们。还有就是我看到保护你和支持你的人是更多的。紧接着，其实你周围有一团能量，就是你的磁场会给你更多的一种振奋。所以呢，我觉得无论你们是单枪匹马再去打拼你们的事业，再去创造你们的梦想，再去突破自己，还是说在情感这件事上，你们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全力的突破，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们都会得到宇宙的支持和真实的反馈。那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们的改变是有可能是花了时间去积累的，有可能是你们需要一个对的时机去爆发它，去引发它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你们这里边条件已经足了。所以这90天里边，你们的变化我觉得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鼓励大家去大胆的、勇敢的做一些转变，因为宇宙也在支持你们去做这个质上的就是质量上的超越啊，从量变转变为一个真正的质变。最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显化呢？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一个指引是什么？好，出现了。OK，Full Moon is Scorpio，天蝎的满月啊，天蝎的满月。很多朋友5月对你们来讲非常重要，天蝎座的满月出现在今年的5月，金牛的月份。你们会真正的从一种压力和一种之前紧绷的一种气场当中释放出来。我看到你们最焦虑的事情会有一个结尾，你们会让自己 grounding 落定下来，而且有一个全新的旅程。很多朋友对待你们来讲这个阶段，你们有可能现在还有一种我还不敢轻易的放松，或者说我有可能还需要让自己屏气凝神做好什么的时候，比如说事业，比如说情感，比如说我认为是个人目标的达成，或者说整体能量你都是这样的，我认为你在全心全力的去塑造一个更加完美的自己这是一种完美的倾向。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对待自己这种不完美的，或者说我还没有自信心的这种认知可以改变。在5月当中，这个满月会帮你们去释放，让你们真正的舒气，透出一口气来。还有就是我看到你们其实在情绪上来讲，也偶尔会受到牵动。就是你们在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理性派的，但偶尔你们的情绪爆发的时候，你们需要给自己一个出口。我看到这个出口是你们对待自己海底轮和脐轮的修复，也就是说足够的，包括在身体上我们给自己足够的养分能量，在生命能力上我们给自己足够的这个energy就是说比如说电源，或者说它是我们要去加油那种状态，你们需要给自己补充足够的能量，让你们的血液，然后也让你们的整个的状态都在扬升。所以我觉得有的朋友你们可以去做一些甚至是无氧运动有一些朋友如果身体偏向比较弱的话，有氧运动也是可以的，帮助你们去调整之前一个阴性能量比较强的一个状态，然后让你们去变得积极、主动和活泼，并且内心当中的一些忧思被真正的释放出来。我看到你们有一些忧思，但是你们最担心的事情真的不会发生。我看到你们其实把握的很不错，而且我觉得你们也会从这件事上就这些你忧虑的事情上真正的自由起来，甚至是解脱出来有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在满月，或者说是在星期一的晚上星期一你们可以去有水的地方，然后你们可以跟天空连接，做一个简短的冥想。还有就是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们确实比较需要身心灵全方位的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其实还是一样，在身体上来讲，我们也要强健体魄还有就是你们需要让自己去更好的调整生物钟。这是我得到的一个讯息。比如说睡眠时间，比如说你们出行的时间等等，因为你们现在有可能会增加出行和一些社交。好。OK， 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一句箴言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抽到的这张箴言卡。あなたの心の底に流れる温かい心に従いなさい。There is a warm heart somewhere inside of you. Follow it. OK， 你内心当中其实有一个很亮的地方，
我认为这个是你内心当中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有可能是你这个神性，或者说你整个能量聚集的场，它在你的心轮，也在你的太阳轮当中。其实你的心里有一个暖流和一个光的方向，我认为这是你的人生目标和使命。所以哪里会让你感受到这种热情，哪里会让你燃烧，哪里有光亮，你要去 follow it， 你要去跟向它。就是说很多朋友我觉得你有，但是之前有可能比如说之前一个季度啊，或者说之前一个阶段，你必须要去让自己做一个能量的酝酿，或者说你要积累经验和知识。那当下这90天，我看到宇宙在告诉你，跟着你新的方向去照亮自己，去燃烧，你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你所想是可以成真的，你在走的路其实是正确的。还有就是你走在一条荣耀之路上，我认为宇宙在将你捧起来，周围的能量在将你捧起来，让众人看到你。所以一些朋友，你们也可以站在众人的面前，真正的去把你之前积累的给拿出来，站在台前就是说做一些改变。我觉得对待大家来讲哪怕是你们会觉得外在的变化是很变化多端的，有的时候是抓不住的。我认为不用去抓它，而是从这个变化当中，你要看自己内心当中真实的这个意愿。我觉得你们会让自己很从容淡定，而且充满荣耀感的在这90天当中释放你们的光亮，好吧？ OK， 那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我们就读到这里，很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结，祝福大家在整个的春季北半球的春季，南半球的秋季，这90天都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也很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结，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了我们的第2副组牌粉色天然石粉水晶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我们第2副组牌粉色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新月春分的这一天我们借助今日能量来看一下未来90天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春日惊喜，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转折。OK， 那今天呢，我们将神谕卡，就是我们的这个主牌 Oracle 放在一边。一会儿呢，我们会揭晓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指引或者疗愈。首先看一下我们今天抽到的主牌，来分析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惊喜转变，你们的春日惊喜是什么？大家选到了粉色水晶石这是我在Starseed 在抽牌之前就 pick 好的水晶。那正好第2副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是 Love。爱和 miracles， 一个奇迹的能量。很多朋友，你们最近在致力于你们修复脉轮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你们开始去修复你们的整体的一个能量场的平衡，包括你们会注重你们的一些能量在心轮左右，也包括宇宙在未来90天会帮助你们去修复你们的心轮，完整你们爱这个课题。首先一些朋友，我看到你们在感情上会有很好的一些转机和转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很适合你或者说很让你心动的对象，以及你有可能会和你的灵魂伴侣，你的 Twin Flame， 你的正缘有真正的接触和连结。这种接触和连接全部来自于你对于这一次显化的疗愈，你对于爱这件事情的理解，你对于自身能量场的一个平复。一些朋友，你们要相信奇迹在未来这90天当中，宇宙正在把奇迹送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之前你做过什么样的许愿？我们看到这张牌当中有一对蝴蝶，一对 butterflies， 也就是说这边还有一只，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正在去将你们的能量场平复，还有就是你许的愿望会逐渐成真。我们有可能需要一个时间段，有可能我们需要一个能量的转化空间，但是在未来这90天，我看到你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具有一个爱的磁场，你将会吸引更多好运聚集到你身边，尤其是关于情感上的、人际关系上的，或者说你自身能量的修复上的。我觉得你们会让自己更加大胆去爱，更加敢爱。还有就是你们会发现在周围出现了让你可以放心去爱、用心去爱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还是蛮容易去邂逅一些好的感情机会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抓住这90天。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只要你们的能量场处在一个这样高频的状态，无论什么时候你们做的显化都是很容易达到的。
也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慢慢来，不用去急。我觉得你们其实在未来这个阶段当中所看到的个人变化是，你们会变得更加温柔，更加慈善，你们甚至也会去开始看到生命当中的一些好的消息、好的时机真正的展现在生命当中，而不是说卡住我们要不停的去等待的。所以这2张牌都让我感觉到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感情上、桃花上，你们在人际关系上会有不错的一个运势和运程，而且这是你们心之所向，这是你们之前许愿达成的，真正显化来的。好，我们抽我们的 Tarot 看一下第2个牌的朋友，我们的这个春日惊喜是什么样的，能量是什么样的？我们抽一下我们的塔罗牌看一下。第1张看的是 Queen of Pentacles 金币的皇后飞出来了。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牌，好，我们继续看一下。King of Pentacles 大家看一下，金币的国王，金币的皇后第2个牌的朋友如果你们是单身或当下感情还处在一种动荡状态的话你的真爱要到来的，这是一个真爱。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的这个我们之前所说的神圣伴侣Divine Counterpart， 或者说你的灵魂伴侣真正来到你的世界了。我看到这一次你们的关系会在平静当中有一次真正的疗愈般的愈合，疗愈般的圆满。还有就是你会发现跟你心照不宣的人就在你左右，你们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不管是在灵性上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是被神灵所祝福、保佑或连结的。也就是说，你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去 grounding 比如说在你们的海底轮和脐轮的部分，你们会真正的深入这个3D 世界，有可能在财运上，有可能在工作当中，在学业和事业当中，你们也会迎来一个平稳期。这个阶段的你们呢，让我看到其实你们是不孤单的，无论你们是单身状态，还是说有些朋友已经进入了稳定感情状态也是可以。那我觉得对方他会更加懂你，你们有可能会有同样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不只是在物质上，比如说我们一起要赚钱，我们要一起达成什么样的事业的转化，而是你们真正的会在内心去懂得对方，支援对方，支持对方，理解对方。有些朋友如果目前还处在单身状态的话，未来这个春天，包括在2023年的夏季也是一样7月左右，我看到5到7月你们的感情是会出现很好很不错的对象，这是随着你们的这个因缘业力的变化所示现出来的一个很好的感情阶段。所以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们完全可以去放心大胆的去做自己当下该做的事情。我认为未来宇宙会告诉你，你之前所被困住卡住的，你看不到的，你有可能一直会苦恼和困扰的这个部分已经被安全解除了。你在感情上，你在生活上，你在你的物质和意志能力上都会走出一种低迷的、消沉的、冷漠的，或者说跟外界隔离的一个状态。你会重新去有一个触缘。我们说这个触缘是什么接触、连结，还有就是能量的共通，会在这个未来真正的展现在你的生活里边。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寒冬期，不管是几年，还是说就是上一个季节秋季、冬季，对你来讲有可能都没有那么友好，甚至你不得不去学会如何独立，去放下之前在感情上你的期待，放下你和你灵魂伴侣，或者说某一个人比如说你很笃定的某一种安排等等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有一种失而复得的一个能量出现，进而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一直以来不肯回头、不肯面对你、不肯连接你的人，他会在未来这个阶段真正的感受到你的能量和频率，并且用心的走到你的世界当中。很多朋友在新月到来的时候，包括今日之后的这2天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都可以，
你们要跟月亮连接去做这个许愿，因为我看到其实你们内心当中真正的愿望是有的，但有的时候你们会很忽略它，或者说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这不现实，我应该让自己更加理智和客观一点。第二个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大胆的去跟宇宙许关于感情的愿望，任何的愿望，我认为你们是可以重新找回那种浪漫，重新找回那种贴心，重新找回那种细致的，包括对方对你的这个能量。第二排的朋友，很多人你们是土象和风象的，包括水象星座的朋友也有啊。土象星座摩羯、处女、金牛，风象星座我看到有水瓶，然后有双子，当然也有些天秤座，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是双鱼座啊，这样的一个能量。我看到啊，在未来这个阶段啊，未来这90天这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我认为寻找真爱的旅途已经开始，或者说它开始了。但是它是一个旅途，所以在今年你们迎来真爱、迎接真爱的时间点，有可能会在夏季稍微晚一点。大家可以去 focus 一下7月的新月，也就在6月尾，或者说7月尾左右，然后你们会真正的，我觉得是首先在这个阶段啊，这90天之内吧，结束之前一个漫长旅途当中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会结束的原因，也并不是说这个人马上出现了，或者说有一个人来帮我们去解决这种孤独感，而是你们内心当中开始真正的确定了自己，开始真正完成了一种修复，开始变得独立，开始变得这个能量是浑厚的，这个能量场是大的。进而我觉得一些朋友啊，我们不只谈这个感情的课题，有一些朋友你们在事业和物质上，我觉得会迎来一次真正的还是一样质量的质上的丰收。也就是说，如果期待升职加薪，期待在工作上有亲密无间的合作，好的合作对象出现的话，我觉得这个未来都会出现。第二排的朋友，你们出现的是就是一对啊，国王配皇后，还有这 Two of Cups 圣杯2号，这代表的完全是一个灵魂伴侣。所以我不得不说啊，如果大家看的是关于事业上的奇迹的话，OK， 如果大家现在处在一个成熟年龄，然后整个的情感是稳定状态，那我觉得你们灵魂上啊，跟你们合作的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会出现，会让你们知道，我在这个灵性发展的旅途当中并不是孤独的，并不是完全要独立，然后你可以通过去帮助周围的人，以及周围的人返回来，把能量回归给你，帮助你等等，用这样的一种能量交换，去真正的完成你未来想要完成的事业上的，或者说一些个人学习上的使命。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阶段当中，内心反而是会有一种平和状态，或者说你们刚刚就是说完成了一个谷底里面的修行，或者说休息都可以啊。休憩，你刚刚完成这个阶段，你渐渐的苏醒过来，就像大地回春，就像你从冬眠当中醒来一样。我看到你和你的这个小熊啊，也是在冬眠的人，应该是会重新的走回对方的世界，完成你们的圆舞曲。很多朋友啊，在这个第2副牌当中所体现的是爱的能量，所以祝福大家在未来这90天当中，真正的去跟你的灵魂伴侣，跟你的另外一半有一个更好的商谈，更好的感情方面的推展就是说进展。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当下在感情这件事情当中是处在一种断裂状态、待修复状态的话，我觉得是会迎来修复的机会，不过有可能跟你之前殷切期盼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需要去懂得包容和爱，以及理解这个议题。有的时候我们说小的爱有可能是会固着在3D 世界啊，比如说我们会用一种对方一定要用我喜爱的形式、专一的形式圆满的形式来去传达这种爱，而且要固定不变、一成不变。但是在这个3D 世界当中，有很多事情都是在不停改变，而且这是无法让我们被我们阻挡、被我们所左右、被我们所控制的。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放下这种控制，甚至你会因为之前的某一种控制，你会真正的理解，原来我的另外一面是这样，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你会找回一个非常圆满的自己，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你会出现。这次的你是包容的，这次的你是丰盛的，而且你在这一次也真正理解了灵魂上的牵引，其实有的时候是切不断的。不管在那个时间你经历过的是什么，或者说你之前的感情旅程经历过的是什么，爱的这个能量和机会一旦到来，你们一旦
走向了这个机会，看到了这个彩虹，你会重新的去爱，你会重新的去相信承诺，你会重新的去给予能量，甚至有些朋友你们会重新的去相信爱这件事情本身。比如说我已经累觉不爱了，我看到其实你们命运当中重要的灵魂伴侣会回归，或者说重要的合作对象会回归，或者说你们在未来灵性上会走一个疗愈般的旅途。我觉得你们其实是疗愈其他人最主要的这个能量。有张牌飞出去，我们看一下。Eight of Wands 权杖8号飞出去，我觉得你们其实是疗愈自己很重要的能量，并且其实这个转变一旦到来，我看到也是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你们可以在这个阶段当中，首先调整好一样身心灵状态。如果你们最近失眠、多梦，如果你们最近总是感觉到心中不安，或者说你正在致力于修复自己这个方面的话，修复你们的心轮和海底轮这两个部分会帮助你，让你找到你的女祭司。女祭司是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这个阴性能量的一个体现。这个阴性能量是我们和神的连接，我们的一个大门，还有就是你真正的直觉，你的灵感。你在3D 世界当中所经历的这些事件，帮助你去完成的你整个的一个整体。比如说你整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本来是佛，我们本来是神灵你在通过这个经验去完成自己的修行。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当你找回了一个真实的你，找回了这种平静，找回了这种淡然，你会发现有很多好运纷纷降临。有些朋友有可能会看，那我在其他的方面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其实在任何事情的解决，包括物质，比如说财富的方面，你们都会有还不错的一些推进。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推进是一样关于你们卡住的感情问题，关于你们的这个灵魂伴侣的问题，OK， 关于你们这个合作的问题。有一些朋友，你们的灵魂伴侣也是你们的合作对象、亲密的好友，或者说你们的家人。我认为这一次你们会重新辨识出对方的同时，也会给予对方非常真诚的支援让你们真正的从内心当中得到一种圆满和一种被体谅的感觉。好，这边我们解读完了。今天我们的解读偏向于简单干脆一点，对，我们会把直接这个好运奇迹转达给大家。然后希望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就是说在这当中找到你们需要的讯息，接受到你们需要的频率。 OK， 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我们抽到的是第6号 Up。 OK， Up from the depths。 我们看到第一个词是 Up，向上。我们看到一个女神呢正在转身向上，走向一个光，从这个海底世界这地方有海或者从一个地底的世界要往阳光的方向去走。 OK，releasing difficulty。 OK，releasing difficulties。 对待你们来说，有可能你们会有一些卡住的困难的部分。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会觉得你们在前一个阶段好像有一种不见天日的感觉，暗无天日的感觉。有的时候你们会被情绪所困，你们会有窒息感，你们会有压抑感。但我觉得未来这个阶段对待你们来讲，你们可以朝着太阳的方向向上走了因为那个阶段我觉得已经过去。还有就是你个人的意志力这边有张女祭司，这两张牌蛮像的。你个人的意志力有可能会真正的告诉你你需要的方向是什么，这是一个对的 timing到对的时间到了，你自然而然的会走出之前让你压抑困住你或让你疑惑的这个部分。我看到其实你们学了很多，你们的就是脚，就是你们的这个一半的部分其实还在这个水当中。水是什么？它是一种情绪的传导，它也是你和这个大地的连接方式。因为我们地球70%是水当我们看到水这个能量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是跟着直觉来的，而且你们的直觉很灵很敏感，然后你们很容易感受到，比如说我们这个水是我们这个大众的集体潜意识，你们也很容易被集体潜意识所影响。因此我感觉到其实当你马上就要遇见你灵魂伴侣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还有就是你会去approve， 你会去允许自己，你会去打开你的大门给这件事情，这才是这个奇迹产生的原因。很多朋友你们会从低谷期出来，如果你们就觉得我是不是因为这个有土星的问题因为一些问题我进入低谷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一样斗转星移，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改变，不一定说我们马上就要去
因为比如说大环境的转变，我们要进入一个什么状态，其实你们是可以去创造奇迹的，随着你们的直觉去走。我看到其实你们的直觉是对的啊，把你们引领到了一个让你们更加舒适的方向，哪怕这并不是你完全的目标的体现，你野心的一个展现等等，但是这起码是你情绪上、情感上的一次圆满，会让你感觉到舒适啊。还有些朋友，你们要注重释放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在新月的时候，因为这边我们看到2个新月，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的光芒，其实非常的强烈，而且太阳的光芒也对应了彩虹。OK， 雨后我们可以看到彩虹，我们在瀑布下面可以看到彩虹，原因在于什么？你们如果憋闷已久，这代表了这个释放的时机恰好会出现。好，最后看一下在显化这个方面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第2个牌朋友啊，这张牌跟第1副牌当中一样的卡牌出现，我们再抽一张好了。OK， 我们抽到了一张 First Quarter Moon in Cancer。OK， 巨蟹的1/4月。好，都是水的能量啊，这个牌的朋友，你们的水的能量蛮强的。最近这个阶段，水的能量非常的影响你们。我看到你们在未来这90天当中，给大家一个时间点吧。我看到对你们来讲啊，未来这恰恰是就类似于2个月之后到3个月的时间。那现在是3月尾，马上4月了，这样的话6月到7月的期间啊，这个季度结束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快速的释放，你会有一种快速的确定，包括感情上和合作上，如果你在看工作、看合约等等都是一样的，随着你的直觉走。我觉得你们的直觉最近很灵，还有就是你很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你的同情心和包容心其实一直是流通，但同时我觉得这一次你也要把这种 compassion 给自己啊，这种包容、爱和慈悲也是从你的内心当中出发的，所以这个也要辐射到你自己的身上。很多朋友，你们现在不崇尚无条件的牺牲，而崇尚的是自我的疗愈和一种平衡，对待自己和对待众生万物都是一样的一种状态。看这2张牌啊，这张牌自动飞出来，那我们一定要读它咯。Full Moon in Scorpio，OK， 这是满月的天蝎的满月啊，它发生在5月当中，金牛月。我看到还是一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你们的这种紧张感、压抑感、窒息感会结束，还有就是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不安全，我觉得会随着这个能量的到来啊，被你们释放出来。还有就是你们要主动的释放它，不要把它一直背在你们的肩膀上，放在你们的这个心轮左右。你们需要真正的疗愈自己。很多朋友你们要用粉水晶和绿色水晶，有可能这也是你们喜欢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身体缺什么营养元素，我们就喜欢吃什么，所以我们其实在能量上也是一样的。你们选择粉水晶，我觉得未来一个阶段你们可以用粉水晶来帮助自己疗愈一下心轮。第2个巨蟹座的1/4月啊，我看到其实在7月初，就是我们刚刚所说这个时间点啊，也就是这个季度结束的前后push through any insecurity， 你会让自己啊真正的从那种没安全感的海底轮不稳定的状态走出来。我看到其实你看到这个牌当中的能量其实都还蛮像的啊。水象星座的朋友巨蟹、双鱼、天蝎都有了。还有就是你们需要真实的安全感，它从哪里获得的？女祭司牌，女祭司其实有的时候它也代表了我们在灵性上的一种获得，也包括我们真正的直觉天赋，还有就是我们的一部分自我，就是外界或者说其他的人，你和人的连接有可能无法给你安全感，但是你自己可以获得它。我觉得这个季度当中，你非常需要注重的是疗愈自己。其实你就是安全感本身，你就是奇迹本身。还有就是无论是不是当下你是孤独的，或者说你被动的孤独，你都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到那种你可以去依赖和获得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什么是一种慈悲的爱，这种爱是无形无相的，就有的时候这个爱我们如果需要一个人给我们回馈，这个爱其实是着相和有形的。当你会发现你会用一样的方法去爱你周围的人事物，我们不是说在劝导大家去无条件的牺牲自己，还是一样啊。打开你的心轮，当你去真正的看到这个自然花草，看到这个天地，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并不只是
这一块，你会往上去走，你会看得更远。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季度当中总结一下我们的惊喜是什么？我觉得你们在感情上是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发展，不错的人出现，或者说会有一个让你真正有安全感的，让你真正不再担心和惶恐、忧虑的这样的一个情感连接出现。如果这个连接让你没安全感，如果这个连接让你质疑和怀疑，它就不是对的。我认为你的灵魂伴侣，他是让你有安全感的人，他也是可以跟你在月下共舞的人，他是可以让你感觉到你的情感是可以互相传递有希望的，而不是比如说我们的情感在碰壁，我们的情感在自说自话等等。我觉得这个奇迹是需要你去转变自己，还有就是打开你的视野去得到的。然后我觉得大家不用去专注在某个人身上，你要自由、随性、洒脱的去包容自己的情绪，看待自己的感受，注重自己的感受。这是我看到的。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一句箴言是什么，我们一起来阅读一下当中的 message。这个牌当中也有一个关于心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啊。人の心は柔らかい粘土のようなもの。どんな形にするかはあなた次第です。どんな形にするかはあなた次第です。人的心像粘土一样是柔软的，你要把它塑造成什么形状，这个是被你决定的，你可以去决定的。The human mind is like soft clay. It's up to you to give it form. 你可以去塑造你的心是任何一个形状。我认为啊，你心灵当中其实是有奇迹的角落和相信奇迹的这一部分的，但是之前有可能你会想让自己我一定要去独自断舍离，我一定要去独自坚强。OK， 我要去独自旅行，或者说在感情当中也是一样，你们会逞强，你们会坚持，你们会逼迫自己独立。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柔软的，每一个人我们生来我们的心初心呢，从宇宙来的这个能量，我们都是柔软的。所以你们不需要让自己坚强，也不需要让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迎合对方去爱，也不需要让自己一定要去经历什么，承受什么。这一次我觉得你们可以让自己重塑你们新的形状，这个形状我觉得是奇迹也是爱。然后就是你们可以去建设你们的感情，用你们喜爱的方式啊，不需要用他人的方式，不需要去迎合他人的方式。我觉得你们自由自在的还是挥洒，顺其自然的去表达自己，你们就是值得被爱和可爱的。还有就是你周围的人他给你的反射其实也是可以被塑造的，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操控他，而是相反的，我们去展现自己我们的心灵真实的形态状态，对方也会反射给我们一样的。It's up to you to give it form 这是你可以去决定的，要让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去释放它的能量。这颗星星这颗星星它是爱心型的，它是star 星星的形状，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都是你可以决定的。因为我看到其实在这一次当你回归到自己当你真正的静下来，你会让自己感觉到你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什么是让你舒适的，什么是既可以让你感动的，又可以让你去感受到你内心当中真实情感的。我觉得你们在这一次不孤单，或者说这一次你们会找到一个可以给自己就是很强烈的疏解、舒压和疗愈的地方。当然的出发点是大家的心轮呢。OK， 那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卡牌就到这里了，很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结，祝福大家的整个春季北半球的春季，南半球的秋季，这90天都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很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结，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了我们中间的一副第3组白色天然水晶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抽牌。选到第3副组牌白色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在这个新月加春分来临之时，看一下未来90天，在整个北半球的春季、南半球的秋季，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春日惊喜，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惊喜转变。
好，那第三副组牌的朋友选到了白色水晶石。首先，我们把这个 Oracle 神谕卡先放到右边，这是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我们最后一起来阅读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啊，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如何的？那这一份惊喜、这一份幸运和转变是什么样的？好，我们看到啊 ，Dragonfly 蜻蜓的卡牌，还有 Oil Spirit，OK，猫头鹰的精神。很多朋友啊，在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你们的惊喜啊，首先来自于你们跟宇宙的连接和你们的智慧。我看到你们其实会通过你们的智慧摆脱一个困境，而且是看起来很棘手的，或者说看起来让你们之前很无可奈何的。我看到其实这一个困境对你们来讲，你们有可能已经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去等待它、改变它以及计划它。而在这个春日来临的时候，就仿佛时间已经到来，大地已经回春，或者说你们应该去打透的那个智慧，打通的那个任督二脉已经打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往往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可以被你迎刃而解。在这两张卡牌当中，我们都看到翅膀的能量啊，透明的翅膀。好，我们的老鹰也有翅膀，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已经完成了之前一个阶段智慧的转化。如果最近一段时间你们对于灵性更加有体悟，更加了然于心，或者说你们会更加注重你们内在的一种疗愈，你们内心所去 focus 的方向和目标的话，我觉得你们在这一次会更加坚定不移地看向那个方向，并且用最智慧的方式，让自己去达到某一种状态，去迎接你全新的一个旅途。我们看到这个卡牌当中啊，我们看到三双眼睛 ，OK， 都是坚定不移地看着远方的。很多朋友我看到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会很明确未来一个阶段你要做什么，而且你会很清晰的了知一些现况现状，并且你会比其他人更加容易去看到现实，看清现实，看清一些变化。你们内在的智慧在觉醒，在苏醒，还有就是在等待的机会，或者说之前你们一直在努力转化和避免的一些危机会迎刃而解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张 emergence， 你们会让自己啊，随着你们的灵性和身体仿佛冰川一样渐渐融化，你们会更加的融入。这种融入其实是你会连接到你的高我的智慧，还有就是在这个3D 世界当中，你也一样，仿佛是啊，你的身体像源源不断的春天的泉水一样，会涌入非常多的治愈的能量以及灵感。其实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个人自身的这种智慧的能量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了。如果说惊喜什么样，比如说我们的 surprise 外在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就是你们会发现通过你们的一些方法，通过你们的一些觉察、洞察和你们的一些判断，你们可以让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并且周围的人有可能会更加的去肯定你，更加去正视你的能力，更加去仰视你，或者说尊重你。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阶段当中不太会跟外界产生很强烈的一种对抗斗争的能量，或者说一种冲击的能量。相反的，因为你们内在智慧的一种放大，比如说提升了频率之后，你们站的这个角度更高更远了。你们会发现啊，其实之前所经历过的一些阶段，哪怕是艰苦的攀爬呀，还是说我们在困境当中被困住啊，还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苦恼，我们会不相信自己，你都会发现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会更加的接纳当下的你，并且有很多问题你将不再为此而感到困惑，因为其实你们已经知道you already know， 就是我感觉你其实已经早就知道了一些事情它会怎么样去发生发展，它是为什么等等当下你们在寻找这个答案早就已经出现了，并且它这种比如说像是水晶一样，像是钻石一般的智慧，它在融入你，你们的顶轮在打开，很多朋友你们的气脉在转化，所以有一些你们之前的顽疾，或者说你们之前感觉在身体上、脉轮上、气脉上卡住的部分，也会随着这个春天的到来而被打通。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找到一种内在的平衡和疗养，包括在健康方面，在你们个人的气质，也包括你们的频率、你们的 aura 和气场方面，都会有一个全面的清理。所以宇宙也在送给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这个礼物啊，你们这个算是惊喜，也算是我觉得在你们的意料之中了。因为其实我看到你们内在的智慧已经帮助你们度过了很艰难的一个时间段，而未来这个智慧只能是随着时间越磨越亮。
只能会随着时间越来越灵验，或者说你的一个感受，你的心有灵犀，你跟你指导灵和宇宙的连接只会越来越通畅。所以这是我看到三副牌的朋友，你们身上的能量。我觉得你们在做一个更好的疗愈的同时，你们也将完成这种疗愈，并且真正的崭露头角。很多朋友我觉得如果你们一直在等机会、等消息，看起来你们是一个观察者啊，这个消息和机会会不会完全的到来？我觉得甚至在它到来之前，你们会去转换你们的一些方式，你们不会让自己在原地枯等、干等着，你们会让自己用这个阶段，用这些时间空间来做你想做的事情。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当下不管外在或者说你自身来看，我是不是当下有变化，我觉得你们的变化悄然发生。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个变化是由内而外的，如果你当下已经开始这个转化了，那我觉得在未来这几个月份当中，对待你们来讲是一切外在能量，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情感都会随着你的这种气场而走得越来越通畅，或者说你们等待的消息终将到来。我看到你们会有很多办法去解决你们当下面临的一些问题多种方法、多种角度，非常聪明，而且会避免让你们深陷一些泥沼，深陷一些卡住的情况。你们在这一次会让自己真正的通畅起来。好，我们抽牌看一下整体上我们能量是什么样的我们宇宙给我们的这个惊喜是什么样的 ？OK, Emperor and the Hierophant in reverse。国王牌和逆位的教皇牌。好，我们继续看一下 Page of Cups in reverse， The Sun， Magician， OK， 魔术师牌。飞出来了，我飞得好远哦。Three of Swords in reverse， 逆位的宝剑3号。到这里我可以感受到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已经经历过了一个在灵魂上，在3D 世界的这个个性和经历上比较稚嫩的一个阶段。如果一些朋友你们是比较成熟的，有一定的经历的人，有一定体悟的人也是一样，你会从上一个阶段，比如说我对待一件事情是稚嫩的，我对于一件事情是没有经验的，我会意气用事、感情用事，甚至不小心伤到自己的一个状态，你会从那个状态里边走出来。我看到尤其是在今年的5月，也就是说未来的1个多月之后你们会让自己重新的找回你们的能量，并且这一次你会有一种就是说很通达，从上到下你的脉轮全部通达的感觉，然后你会有一种可以随着能量去感知到很多事情的发展，并且你的显化会真正达成的一种感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会真正的开始运用你的能力之前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能力它永远在你的身上生生世世，但是你有可能在这一次做的很多事情都没有找到这个 button， 找到这个开关去打开它，而在这个特别是5月这个月份当中，我觉得你们终于找到了。有很多朋友我感觉到这个也代表了很强烈的一种阳性能量，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了国王牌、教皇牌，甚至魔术师牌尤其是在4月尾5月初的时候，我们要经历一个水星逆行这个水星逆行其实我对于第3副组牌的朋友来讲，我们可以预先来看一下，反而是一个可以让你们去透彻的领悟、醒悟幡然醒悟的一个阶段。你们不会让自己困惑和迷惘，还有就是你们更容易跟专业的人事物取得一种连结。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一个外在来讲，有可能你们会有自己的身份，你们会做着比较体面的一些工作，但是内在你们是很反传统的人，而且你们永远都是想要拿出变化来给周围人看的人。而这个阶段我看到你们其实会重新的看到你们的智慧在哪里，并且这一次你不会去逃避它，你会真正的面对它，包括之前人生给我们的一些困境、障碍等等，你会真正的正视它。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会在一些很教条的，因为我们毕竟看到教皇牌是逆位一些墨守成规的、一些恪守原则的那些思维方式，或者说原则以外，你会找到
属于自己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并不是说我们要去逾越什么样的规矩，或者说法律道德规范等等，而是你们会用全新的方式去吸引财富、感情，你们的丰盛到来。你们的寒冬已经过去了，不管在哪个地方生活，这个世界上哪个季节过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气温，过什么样的季节的朋友，你们都是一样的。宝剑3号的逆位代表了这个剑已经从我们的心口掉下来，然后我们已经被包扎，甚至这些事情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所以我看到其实第3副牌的朋友很好的就是，如果之前有让你们很铭心彻骨的痛的事情，很多有让你们还没有走出来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Dragonfly 蜻蜓的牌。蜻蜓是什么？我们总说蜻蜓蝴蝶其实都是一种形态的变化，代表了我们的蜕变，代表了我们灵性上的一种察觉，代表了我们形态的变化。但其实蜻蜓要花更久的时间，这代表了一种 inner healing 一个内在疗愈。所以你们的内在疗愈功课可以这样讲，通过你们独有的方式，不一定我一定要去跟大家一样，比如说我们去修行任何一件就是任何一个领域有可能都有自己的法门，而你们其实找到了自己的法门，所以你们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连接到你们的心轮，打开你们的心轮和太阳轮。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一次会变得更加成熟，找到你们内心中老灵魂的能量，来去面对外界的很多不一样的改变。而且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全知的，而且你是有先见之明的，你有一种预知感的人，这些预知感会帮助你去找到非常多的机会去展示真实的你。一部分朋友我觉得你会从一个教条的气氛和环境当中完全脱离出来，自由，还有就是发挥自己的光和热。这个太阳牌又代表了你会让自己非常阳光的去展示自己，而且没有恐惧。一些朋友我觉得你的家族的祖先指导灵非常的保护你们，老灵魂的指导灵非常保护你们，所以在未来这1个多月的时间，你会显著的发现内心中的变化是什么样的。那在感情上来讲很多第3副组牌的朋友，阳性能量的打开代表了首先是你们身体的一次阴阳的重新的平和。如果你们之前阴性能量比较重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毕竟是水的能量，如果你们之前在阴性，比如说我之前经常会多思多虑，我会日夜颠倒，或者说我会在乎我的感觉比较多，或者说我们的身体本来就出现一些湿寒的状态等等，在未来一个阶段你们会重新找回你们身体的阳性能量。还有一些朋友我看到其实未来一个阶段如果是看感情的话，有可能你的 Twin Flame 会和你重聚一些朋友我觉得是重聚的能量已经出现了，对方会再一次的觉醒。随着这个阶段的到来，我看到你的 Twin Flame它会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就像是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飞回跟你的连接当中。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你在期待消息，期待一个对你很重要的救人的话，回归的话，它是会回归的。当然前提条件就是它不是一个这个 karma relationship， 比如说它不是一个业力的关系，它不是一个拉扯的，或者说它不是一个我们说负债欠债还债的关系这个我们另当别论，可以在其他的大众占卜或者说我们的个人占卜当中探讨一下。不过一些朋友如果你知道这是你的 Twin Flame 的话，它一定会回归。如果你有这种感受和感觉，你在等的话，一定会回归，并且它和你的能量是相辅相成的。我看到没有谁在这一次是所谓的 cheeser 或者是 runner， 谁比谁的能量更高。这种修复来自于哪里？首先是自然的时间给了我们修复，时间给了我们自动的愈合，还有就是你们在内心当中永远都在找能量，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开关和最重要的法门。当我们真正去 focus 和在意到这一点，你会发现其实你拥有源源不断的比你想象的更多的潜力正在不断的发挥。有些朋友我觉得你在你的公司组织团队当中会大放异彩，展现出你的一种聪明绝顶但是我觉得其实只有你知道，哪怕你取得了这些成就哪怕你在众人的中间然后被人喜爱拥戴，然后有很多的朋友或者说喜爱你的人走向你的世界，但是唯有你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才走得出来。我看到其实你的世界里边会有贵人，还有就是你的高我指导灵就是你的贵人，所以其实你们在未来也是一个会走贵人路线的状态，就是你主贵。
这个状态就是你会出现一些好事，你会出现一些被帮助或帮助的能量在生命当中，一切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其实在第三副组牌的朋友里边来讲啊，因为你们选到的也是白色水晶，这是我们抽牌之前选到的水晶石，但恰好也代表你们在当下想要去就是拨开这个雾霭，你们想看到更清楚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感情也好，事业财富也罢，会有进展，也会有好的收获，但是这都不是你所求。我看到你在进一步的去探险和解锁你的人生。紧接着我觉得其实你们人生的秋天和冬季过去了，然后重新春回大地的时候，你总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这个阶段。比如说我有一双翅膀，我该怎么飞？对，你在试炼，你在试飞阶段。所以在这个90天里边，我看到首先荣誉赞叹还有你期待的好消息会到来。再者就是如果还没有到来的话，你可以再给自己一点时间。我觉得一些朋友他就在你的门口了，他就在你的门口，马上就要按响你的门铃了。所以你们真的需要把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伤口重新的花一点点的时间不会很长，1个多月的时间，几个星期的时间疗愈一下。我看到你的周围有长辈，或者说有祖先，然后有重要的指导灵在帮助你，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会取得荣誉。OK， 这是我看到的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星座来讲这边有双鱼座、金牛座、牡羊座，然后处女、双子座也有的，然后还有就是土象星座、水象星座这种。我们看到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和建议。第一章我们看到第38号 Personal Guide。 OK， 你的指导灵这边这张也是大家看到没有，很像这个女神其实也是猫头鹰的能量，也就是说你的这个 Guardian Angel， 你的 Spirit Family 你的大天使，你的灵魂家族，你的指导灵在你的头顶，就在你的顶轮的附近经常给你能量，并且它在用它的羽翼和翅膀给你保护。我们这里边有翅膀能量，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首先你要相信你是安全的，你是可以安稳着陆的。如果你在试飞试航，你是可以安全落地的。这个项目你再去期待的事情你终究要有的荣誉，你要走的人生之路，这个是可以落定的。所以你们在这个阶段会经历一些很大的改变。一些朋友有可能就是转职进入了一个很不错的平台组织，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就是重归校园，还有些朋友就是你发挥了你的聪明才智，集结了一些智慧的人你有可能要去做一件你灵魂里边就想让你做的事情。所以无论如何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其实你会比以前就是感觉你更稳定，你更智慧，然后你更容易去输出你的智慧给周围的人，你也会成为你周围人很重要的一个建议者保护者、智囊团这种状态。所以呢一些朋友你们可以首先你们可以去打开心轮，还有就是在冥想的时候多去连接你的指导灵，你的大天使就在你的顶轮的附近看着你，保护你展开翅膀在帮你遮风挡雨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风雨已经过了，但是你们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一点点的时间再孕育一下你们的能量要去发力，要花一点时间，但我觉得不会很久。第二张我们抽到的这个指引牌，好，这边有2张牌我们都读一下。第一张是 Last Quarter Moon 双鱼座的3/4月。 OK， Last Quarter Moon in Pisces。 Talk less, feel more， 少说多感受。我觉得你们的感受来自于哪里当你们去冥想的时候，当你们去展开你们的脉轮，哪一个都有可能是你们的这个枢纽和管道每一个朋友你们的生生世世的缘分和业力和你们的因缘不一样但是其实我看到这个牌是主要是让你们去感知的。你们在感知什么？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你们干脆就跟你们的指导灵和大天使连接就好了，去感知宇宙给你的能量，我觉得你们会得到很多平和。还有就是这个阶段为什么我们要 talk less， 喉咙你们要保护一下，所以你们可以尽可能的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去静坐。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阶段你们确实不用花特别多的力气去解释阐述自己。还有就是如果你们脑海中有很多声音的话，静下来
用很多朋友你们用紫水晶和绿色的天然石，可以帮助你们去找到更多的能量。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注重一下你的手轮，其实手轮也是一个接触能量和信息非常重要的管道，就在我们的手附近。还有就是打开你的顶轮，这2个轮你需要去打开一下，然后去保护一下你的喉轮，修复一下心轮。这是你可以去做的。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是在满月前后，推荐大家在满月之前去做这样的一个冥想。你们可以选星期三，然后你们可以选择有水的环境。直觉能力很强第2张我们抽到的是 OK，New Moon in Virgo， 处女的新月Trust all will be well。你要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在你经历的阶段，哪怕这当中有瑕疵，就像我们的每一颗水晶里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瑕疵，但是每一颗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完整的、美好的集合体。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经历过那种，就很像是你们经历过苦寒，然后你们也开始绽放，但是其实有可能你们会在内心里边更加谨慎的去面对非常多。宇宙来告诉你，你可以打开自己，你要相信一切都会变得更好。还有就是你的环境在未来的半年，不只是这90天了未来这半年当中，我认为会一天比一天好。每一天有可能你都会接到一些新的改变，你都会看见一些新的能量、新的信息。但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行业的变化呀，外在我们什么科技的变化，还是说我们人际关系的变化，无论哪一样都不能比得过你在灵性上的一种发展。当你的灵性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更高的震动，你会发现这一切其实都尽在你的眼底，因为你的能量是更高的。所以一些朋友你们要相信有一些朋友你们的好时间，你们可以大展拳脚的机会会出现在处女新月，也就是说8月末9月初的时间。今年的3月，今年的5月，今年的9月对你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其实一些朋友就是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8月尾到9月之间你们有可能会有非常不错的一些收获在那个地方。你们要相信自己，还有就是多去连接，多去感恩你的指导灵和祖先，他们在无惧无畏的帮你遮风挡雨，在帮助你去提升，而且这个提升是非常显著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箴言是什么，我们一起来阅读一下。苦しいと思うと苦しくなります。楽しいと思えば楽しくなります。It will be difficult if you think it's difficult, but if you think it's fun, it will be fun. 怎么讲呢？当我们去想这件事情很苦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就会变成苦的。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很快乐、很有趣，或者说Trust all will be well， 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好。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在往一个快乐的、好的，甚至我们在3维世界里边去瞬间就某一些瞬间，当我们看到美景，当我们跟我们爱的人相聚，当我们去展现自己，当我们发光那个瞬间，其实就是极乐世界的一个状态。当你感受自己在极乐里边，你就是极乐的，你就是快乐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外境给到我们，比如说这件事情就是苦的，这个人讲的这句话就是一个苦的意味。但如果你会觉得它很有趣，或你换一个方向去想它，你不去感受它，甚至我们说五蕴皆空嘛，什么事情在你的这里边，在你的面前，在你的世界里边，你这个圈的范围里边只要它进入你的能量场，就这样的一个能量场，你展开你的双臂，这个能量场在你的周围这么大一个范围，它会都变成以你的状态，以你的一个能量为转移的一件事情。它不过是一丝风，它不过是一丝触动。它如果真正触动到你，我觉得反而你要去考虑一下第3副牌的朋友，是不是这件事情是要来告诉你，你需要去转换你的能量。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我们不说外境，比如说不说外边的人事物，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感觉在我的身体上是痛的，这个感觉在我的身体上是痒的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命名这些
感受，命名这些变化。其实在宇宙当中有很多的能量，它就是不分阴阳，没有好坏，没有分别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啊，哪怕我们没有办法在很痛很痛的这个能量之上去建立什么样的一种大的快乐，但是你起码可以去转化和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它。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是要来成就一番事业，或者说灵性上一个重大的转化的。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群人，所以你们的觉受更多，也代表了你们的机会更多。你们去让自己突破维度，去看到实相、真实的事情的机会更多。所以这就是有可能是宇宙和你的指导灵希望带给你的。当然了，我觉得如果你们现在还面临着一些苦痛，包括身体上的，一样，在未来这个阶段，你们在面临一些好的消息，面临着缓解的机会。因为我看到你们在被很大能量的去治愈着、连接着，还有就是保护着，好吧？ OK， 那第3副牌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卡牌今天就解读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也希望大家在未来90天都是一切顺顺利利的。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接，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4副组牌，橙色天人石、太阳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选到第4副组牌太阳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新月春分之日，来看一下未来90天宇宙给我们的春日惊喜是什么，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惊喜转变和好的能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OK， 那选到了第4副牌我们的橙色天人石的朋友们，首先我们把这个 Oracle 也放在一边，这是宇宙给我们最后的建议和指引。我们先看一下第4副牌的朋友，大家能量是如何啊？选到了橙色的，一颗跟太阳有连接的，关于我们的太阳轮和脐轮的天然石。by the way， 第4副牌的朋友，你们调出来2张神谕卡，我看到其实你们的祖先和指导灵啊，尤其是你们的祖先很爱你们啊。我们看到 Ancient Healing Wisdom 萨满的能量啊，我看到其实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们会有一种由内而外的蜕变。为什么要从内而外发生这种变化？因为你的生命在开花，在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美和丰盛，更加具有能量。这种能量来源于你对于美的一种追求。我看到其实你经历过了一个独自绽放的阶段，或你现在就像是在比如说我是个浩渺无垠的这个海水上，然后美丽的一个小岛，然后我上面美丽的一棵开花的树，但是你会有一种美而不自知，而且美而不想去展现的感觉。 Solitude， 你希望在这个阶段里边去独自孕育一些什么？一些朋友有可能你是艺术家，有可能你是做创作的人，或者说你现在在抓紧时间去疗愈你内在的能量，进行一种转化。这种转化更甚于蜕变成为蝴蝶的一种状态，就是比蜕变成为蝴蝶还要大。我看到其实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外形上，还有就是你有可能会用一种新的姿态展现自己给众人。第4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有点特别，你的祖先、你的指导灵在帮助你做这个变化，而且他们是支持你的。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想在外形上做一些变动，有可能你们想要去换一个风格，你们有可能会想让自己特别是Feminine Divine Feminine 神圣女性能量，你有可能会想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具有魅力。那如果是男生朋友来看这一组的话，我觉得你家族当中的女性，比如说祖母的祖母的祖母这边的一个指导灵，它会帮助你，让你去更加理解和展现你意识上的、你认知上的这种美。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会去做一些美的工作、美的创造，还有些朋友就是你有可能会结识和遇见相当具有个性、具有魅力的对象。这样的一种状态让我感觉到你们有可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种结缘去结束一种孤独的状态，所以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会渐渐脱单。为什么是渐渐的？这个脱单能量取决于你希望在什么时候，或者说你在内心里面、你的潜意识里边在做一个什么样的转化，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期望，你有没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愿力愿望的愿。很多朋友其实我觉得大地，特别是大地之母盖亚能量在帮你去做一个疗愈这个疗愈会帮助你，让你真正的去
完善你的阴性能量，这个阴性里边包含了你这个身体气脉当中，我们分阴阳两个部分啊，我们没有阴和阳，一个人也不会成为一个整体，所以阴性部分其实就代表了你的这个气，或者说，有一些朋友懂得中医的朋友可能会更加理解啊，有可能是你的一种，比如说我们的肾呐、或者说我们身体中水的啊这个变化，或这样这个一个组成的形式，我们细胞的一种修复，深层的一种修复。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在这几个月份当中，短短的几个月份当中，你会发现啊，你会脱离一种，比如说之前我是孤独的，我是多虑的，或者说我有可能不得不远离人群，我在被人群抛弃，或者说我有可能需要让自己去独自经历什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会展现给这个世界一个全新的你。所以我觉得这像是一种华丽转身呢，就之前你好像一个人隐藏在这个孤岛之上啊，但是其实你得到了，比如说天地之间的、你的指导灵的、大地之母的、精灵的这个精华的能量、精华的疗愈。所以当你真正的转过身来，你会发现其实你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这个灵性家族在帮助你了。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啊，你们会更加追求爱和美这个部分。这个 beauty 它既代表了我们在外在的美，也代表了内在的一种进化。因为毕竟我们可以看到荷花的能量，可以看到精灵的能量，花之女神的能量。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啊，你们有可能会更加去接近那个树木、草木、花朵、精华，然后你们有可能会去做这一方面的一些课程，你们有可能会想要去进行学习。还有一些朋友，你们干脆就会就是进入一个比如说美的行业啊，比如说那种外在上来讲，有可能它是外形的创造上的，比如说是设计啊，或者说你们是那种身心灵的，包括一些按摩，然后按摩师，或者说精油疗愈啊这些方向，你们会去感兴趣，或者说你们会去接触，你们有可能会去预约这样的一些服务等等。很多朋友在这个第四副组牌里边，其实我觉得宇宙在帮助你去疗愈你在阴性方面缺失的一些部分，甚至会让你更加自信的去爱自己。你在内心当中对待自己的这种肯定、体谅，包括祝福，包括跟宇宙的一种连接，会让这个阴云散去啊，你之前的一些忧思忧虑会离开你，真正出现的是天上的一轮圆圆的满月。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你已经完成了，快要完成一个阶段的成长了。这个成长里边包含疗愈，包含智慧，也包含你和祖先指导灵的一个连接。所以第四副牌的朋友有可能也会选到前面的几组，但是 anyways 我看到其实对于你们来讲，你们也会从这个阶段里边真正的渐渐的开始有一种自信和能量去连接周围的人。如果你们是这种害羞型的、内向型的，或者说一个阶段你会有一点避世这种类型的，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里边有一些跟你非常志同道合的能量，甚至也是你的指导灵的能量走进了你的世界，让你看到其实你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个体，不只是人，你也是一个丰富的灵魂，你也是一个美的灵魂，然后你也会把这种美放在你的外在，所以你会装点自己啊。有的时候我们心情、心态的变化就会影响我们外在的一个展现，所以我觉得第四副牌的朋友，你们无论如何都会感受到你们和自然连接的同时，也会感受到你的身体和你的连接有可能更加紧密了，你也会更加去善待和热爱自己目前的一个存在。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卡牌啊。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抽我们的 tarot 啊，抽我们的塔罗牌，我们的主牌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能量当中，宇宙给予我们的惊喜、转化、蜕变啊，能量是什么样的？出现两张，第一张是 Princess of Wands 权杖的侍从牌，权杖公主，这边是 Two of Wands 啊，权杖的2号。这边牌飞出来好快哦。Five of Swords Ace of Wands OK 还有什么 OK Four of Swords Strength 好，解读一下这个牌的朋友，我们这个底牌包括刚刚出现的这个浮现出来的牌是教皇牌。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会正式的让自己踏上一个就是很 officially 你们会正式的去踏上未来的一个阶段的旅途了。
之前一个阶段有可能你曾经去计划过，曾经停滞过，曾经让自己休息过，比如说那我就要我要离职，或者说我那被动的离开这个工作，我要去休息一段时间。我不喜欢周围的外界的人事物给我的干扰，那我就需要让我自己一个人静一静。所以有可能你踏上了独自的旅途，有可能你会意气用事的跟一些人断绝了联络，或者说我就是想一个人在某一个空间当中给自己时间。哪怕你们有可能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前一个阶段对待你来讲，你是非常需要独处的。那我看到在第4副牌的朋友里边，你们会让自己很快速的，就是不一定是90天当中，我看到就是在未来的1到2个星期当中，你会快速的找回你的能量。这个能量就是你会不再想让自己懒懒的待在原地，或者说我要去思考，我要去让自己花更多的时间排除一些障碍，或者说我要绕进去绕进某一个思维的这个迷宫当中，走不出来。你们走出来了，并且在这一次你会突然的捋顺你的思绪，你会突然的热爱起你的旅途，热爱起自己来，你会有一些新的决定，新的打算。有些朋友我觉得这张牌是 energy， 这张牌是 strength， 你们的能量满满的。所以说之前一个阶段你的这个充电，如果说工作当中我们充不了电，甚至我们每天都要去耗费电量去工作，那有可能是在人际关系、情感或家庭原生家庭的关系里边，你都有一个阶段是出走阶段。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给自己短短的2个星期或10天左右这样的一个阶段去休息一下。我看到在未来的一个状态当中，你会变成一个非常自信的王者或者女王归来，让众人看到你的能量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第4副牌的朋友，你们本身在生活里边不是那种孤立的人，或者说是你们不是那种弱者，其实你们是强者姿态。无论是男生女生在这一组里边，其实你们是非常有个性的，你们是非常有激情的，你们是非常有独特色彩的人。所以我们顺便抽到了一张萨满祖先的能量你们也有自己跟自然连接和人连接的方式，甚至你们会非常具有吸引力，无论在外形上、气场上还是个性上。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们有可能要经历一个蛮大的转化，这个转化对待你们来说是重新的积蓄这个能源，积蓄这个能量，去到达下一个阶段的绽放。我觉得一些朋友在4月到8月之间这个时间段已经到来，你们会就停滞不了脚步的往前去开展你们的一些计划。你们也会从一些比如说流言蜚语、复杂的人事物，或者说一些小人的能量当中完全醒来。你们会脱离一个战乱的，或者说我们所说的那个内卷嘛，比如说我们要去跟行业或同行业或一些人来进行竞争，包括在感情上也是一样。你们会去排除掉一些对你不真诚的，或者说让你感觉到不舒适的能量，你会在这一次重新的去热爱自己。我们上 Beauty 这张萨满的牌永远都是一样我们连接到自己的根的同时，让自己重新的在这个水面生长出来，就像一朵莲花一样，重新的一个最纯洁、最清澈能量来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找到你们的点在哪里，比如说我爱自己爱的是哪一点？我爱这个世界，我爱这个工作，我爱这个人爱的是哪一点？如果这当中有不符合的部分的话，你会让自己重新去排列组合，你会重新疗愈，你会去重新的思考某一些问题。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的自信又重新回归了，而且你不会去被周围的人事物或者说那些比如说表面的一些东西所困惑和困扰，你会在这当中辨明那个实相，那个真实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你内心当中有一个火一般的战士，而且你有可能积蓄了一些压力，积蓄了一些愤怒和疲惫，或者说疑惑在内心里边，尤其是在这个季节转换，再加上我们天象转换的一个时段。但还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自己内在就有一个神灵，一直在保护你，或者说会给你一些真实的声音，所以往往想要去清空自己，想要去回归到平稳，甚至回归到一个更有能量的状态，你必须要让自己去独处一阵子，小一阵子。很多朋友有可能说我是群体生活我每天有可能要上班，我回家面临很多家人，我怎么让自己去独处？我觉得你可以换独处这件事情为一个简短的冥想，或者说简短的一种自我疗愈，甚至你可以通过去转化自己外在形象，比如说我换一个发型，我换一个发饰，我换一
套洋装，换一个色彩，因为我们看到啊，萨满能量出现了。所以其实你们会找回你们最真实的色彩，这个真实色彩里边也让我看到，其实你会用你独特的一个方式和你的指导灵进行连接。比如说你会去看花草，你会去看小鸟，你甚至会听得懂某一些动物和植物的语言。你有可能喜欢去看月亮、看星星，你有可能喜欢去触碰一些植物，这都是你的方式。其实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的内在这种转化，其实你早就已经有一种感受了。还有就这个转化它正在进行当中，这种进行它会不间断的，而且它会以一个非常有能量的状态进入你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啊，第4牌，你们对待自己一定要有自信，你们的生命正在绽放当中。所以说如果有一些人他们是来妨害到你的，或者说来让你感受到某一种如履薄冰的状态啊，你需要去 cut off。 我们这边出现了 Queen of Swords Independence， 你需要让自己真正的去做这个决定啊，做这个能够帮你去做这个决定，让你去停止及时止损，或者说可以让你去在你可以去供养的、补给的或者说滋养的范围之内去不停的爱的，你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因为其实这一次你就是公正。为什么要这样去讲呢？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你们有可能这两张牌是一样的一个能量 Isolation and Solitude。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朋友，我觉得你有可能在之前被孤立了，或者说你在之前会觉得我有点被抛弃的状态，我被爱情抛弃了，我被亲情，我被友情，我被我的事业抛弃了等等那种内心当中的小小失落感好像是掩藏不住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失落感永远都不是去 bring you down， 把你打倒，把你绊倒，然后让你在原地愁眉不展，让你在原地不相信自己，让你在原地去伤心失落的。你要在这个被绊倒的地方重新的，首先是站起来重生，还有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去找回你最需要的能量，这个可能是宇宙给你的一个课。所以说我们看整体来讲你的这个惊喜转变是什么样的。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惊喜转变对待你来讲，外界的东西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内在正在给自己以什么。我们这边有一张Six of Pentacles Generosity， 你在内在里边去补给自己哪一个部分。很多朋友我觉得就是你的脐轮和太阳轮，就是你是谁，你未来要做什么，你的财富，你在这个事业当中的一种安全感，你的一种自我彰显的能量到底在哪里。你需要让自己找到那个燃点去燃烧。因为其实你是非常有光亮的人，但是现在你好像没有办法让自己去看到光亮，甚至你的光亮你都有一种感受不到的感觉了。是的，在这一次你可以重新擦亮自己，也包括你的双眼。所以说如果之前有一些人他们不是正向意义的，或者说他们没有办法去让你感受到舒适，你可以将它排除在外。这也是宇宙给你的一次机会，去做一个清洗，做一个就是类似于一种分类规整有的朋友他算是一种断舍离，还有就是学会在独立当中，孤独当中如何独立起来。独立就是并不说你一定要去做一个完全孤独的人，我觉得你是有魅力的人，总是会吸引一些跟你同频或被你的这个频率所吸引的人来到你的世界。但他们到底是不是共频的人，还是拿走你能量的人，你需要去做一个判断和调整。有些人你们可以适时的去跟他拉开距离，还有一些就是你们可以让自己去相信自己和忠于自己的感受。如果一些事情和人都让你不舒服的话，你要将更多能量放在自己的身上。这也是宇宙给你的惊喜之一，就是你会觉得你更爱自己了，你会觉得你更有一种平衡感了。还有就是你会将你的能量用在应该的地方，这也是一个 karma。 当这个之前的一些事情已经过去，你和这件事情和这个人的业力已经平了结的时候，你往往会将这个重心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补给你自己的能量。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在今年当中是会有大放异彩的机会的。无论你们是在做事业，你们在做个人形象的建设，还是做一些 social media， 比如说你们要做公众人物，其实站在高处的人往往非常孤独。所以我相信其实你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甚至对待自己也有误解。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误判了自己的一些情绪，你们有可能也会有的时候不太理解自己，你们会有莫名其妙的情绪化，还有就是你会低估了你自己的实力和能力。
这几个月份当中啊，短短几个月份，你还是会经历一些有的没的。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Five of Swords、Four of Swords、Eight of Swords 啊，宝剑的4号、5号和8号出现了。但是我仍然觉得，其实这些宝剑，它们其实在卡牌当中，风象的元素当中，它并不是正向意义的宝剑牌。但是很好的就是我们这边有一张 Queen of Swords， 你有一张宝剑皇后的逆位，你可以把它视为你灵性家族的指导灵，你可以将它视为你自己真正的直觉和感应，你需要去做一个真正的判断和变化，来去引导这一次你的真正的独立啊，这也是这个冥王星在水瓶的时代给予我们的每一个人，男性、女性，甚至我们都不一定非得要有一个什么就是说特定的性别等等，你都会有你自己的色彩，你都会找到你自己的方式，而且没有更多的条条框框去束缚到我们，我们可以让自己去创造，我们可以让自己去飞跃，也可以让自己，我不创造不飞跃，我就是要做我自己，这都是可以的。我觉得你们身上的色彩非常的独特而亮眼，也是这个时代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和符号，都在你的身上啊。一些朋友在情感上，如果我们看情感的话，我觉得你们在这几个月份当中会有桃花出现。然后在你们远行的时候，在你们出行，在你们遇见新人的时候，如果你们在等待的是旧人的话，我认为有一些停滞的、冷战的，然后逼迫你付出更多但是没有回馈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如果现在已然是这样，它已经是这样了，把能量放在自己的身上，你们需要去翻新你自己，包括在外在，包括在内在。单纯的外在是不够的，会让我们去虚化我们的焦点。你们要把焦点放在你的脐轮上，就是我们整个身体的中心再往下的一个部位，那个是你发射和孕育你的能量的地方。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非常具有吸引力，所以你会吸引到不同的人来到你的世界。但是这一次你要做自己的主宰，你要做自己的女王和国王。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在情感以外，主要是在去稳固你们个人的一种形象，能量状态，你的一种独立。更多朋友，你们会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新的事业、金钱的机会，还有就是公众形象上边。我觉得这个里边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人你会遭到嫉妒，你有可能会还是一样被排挤，或者说你有可能会觉得我有一种曲高和寡的感觉。没有关系，大胆的去做你自己。我看到渐渐的，当你真正的去用你的方式去运作任何的一件事情，包括你的工作等等啊，我觉得这个骄傲它永远都在你的身上，因为这是你天生带来的。还有就是你将会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证明一些什么，并不是说你要去孤立做什么，或者说我就是不要去遵守这个规则和规范，是另外的一种方法，就是你用你的方式走出了你自己的，你唯一的属于你的一条道路。所以说这也是宇宙给你的嘉奖。很多朋友我觉得在这一组里边你们是非常特别的人，所以你们有可能也知道啊，就是在人生当中你有可能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你有可能无法让自己完全做一个大众化的人啊，一个长辈父母众人眼中的优等生，但是你就是会有与众不同的亮眼的地方，或者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能量级别。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你完全可以去大胆的去吸引和尝试以及做自己。很多朋友你们可以去连接萨满的能量啊，连接大地的指导灵盖亚，大地的母亲，还有就是花草植物花卉动物指导灵的能量，帮助你们去做这一次调整。在这一次调整当中，你要感谢一个人就是你自己，你要去热爱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你自己。我看到这就是神灵想对你说的。我看到其实你们有可能吧，多少也会面临一些逆境，但是在这一次逆境会被你转化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旅途。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未来的3个月之后会有得财的机会，稳定的工作，或者说工作你会看到更好的机会，你会有更好的 offer， 但在这之前有可能你不得不去拒绝，或者说你不得不去跟一些外在的这个机遇做一个冲撞，比如说好的机会错过啦，或者说一些机会它没有在你的身上，就代表了这个机会并不适用于你，这个能量它不是你的 vibe， 它不是你的频率，所以不要质疑自己啊。孤独会让你开出花来，它也会让你成为你生命当中最亮眼的存在，这就是我在第4副牌里边看到的。所以我们的石头是在
天然石啊，是在抽牌之前选到，但是都是蛮切题的。我觉得抽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有你们自己独特的一种方式，而且其实你们是大地的孩子，你们是太阳的孩子啊。还有就是你们是哪怕看起来倔强，看起来有可能会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但是内心里边你们是非常虔诚的。所以我们的牌里有教皇牌出现啊，刚刚 OK。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指引。这边我们抽到的是，哎，这张牌有没有42号啊 ？Six of Pentacles， 我们抽到的是 prosperity 啊，丰盛啊，好吗 ？Abundance, success， 你会有财富，你会有胜利，你会有成功的消息。我觉得这次成功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号角。在这一次，如果你成功了，比如说你在做什么，或者说你最近想要去确立什么，你想要去改变什么，你想要推进什么，如果这一次成功，我认为是在8月前后，4月到8月之间，这都是一个起点，告诉你你可以去成就自己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源源不断的财富和掌声，还有就是荣耀会来到你的世界。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荣耀的背后，你们非常的需要做一种自我疗愈，这是你们的智慧带来的。还有就是，其实如果你们之前是注重灵性这个部分更多的，物质世界会给你相应的回馈。你内心中的宫殿如果是完整的，如果是频率高的，或者说如果是能量更强的，它自然而然会吸引外在财富的一个流动。所以我觉得你们会相应的得到宇宙给你们的一些嘉奖，好吧？好，那我们再抽一张牌啊，看一下宇宙帮助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显化，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显化我们的能量？飞出来了吗？好，就是这一张了啊。我们抽到的是 Full Moon in Gemini， 双子的满月啊。Embrace the flow of life， 我们要去拥抱生命的旋律和波流，好吧？很多朋友我觉得啊，你们的内在里边，我们抽到一张啊，新月在狮子啊 ，A new moon in Leo。8月对你们来讲是你们打开自己的最完美的时间点 ，shine， 你将会闪耀，就像这个力量牌一样啊，你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存在。我觉得这个闪耀不只是荣誉方面了，形象方面了，也有财富方面的。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真正的让自己随遇而安的 go with the flow， 无论外界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会很从容、很淡定，而且你会站在一个很高的点上，就是我看到你会站在众人可以仰望的一个点上，淡定的看着一切，这一切是怎么样来的？我觉得其实对待你们来讲，你们连接到了你们的高我，有可能这是你们的 twin flame， 或者说在其他频率你们的指导灵，你们打开了你们新的大门。从你们的心轮到你们的脐轮之间这个大门，你们会真正的去顺势而为，而不是去逆着这个波流去做什么样的一种抵抗和抵触。这个就是你的频率所引发的你的一种智慧。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时候去展现自己在舞台的前方了，还是一样，一些朋友你们可以让自己展现在众人之前，你们可以去展现自己的形象，你们可以去说话，你们可以去领导，去 take the leadership， 你们可以去领导，都是大地要让你们去做的事情。我觉得你们的存在其实本身就是非常美的，还有就是你们要保持一种乐观和天然的高频率、高昂的一种状态，都会帮助你们去吸引更多的幸运来临。当然了，最大的幸运就是你们自己啊，你拥有你自己，好吧？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一句箴言，我们一起来阅读一下这当中的 message 是什么样的啊？一を張りすぎていませんか？心を開けば答えはそこにあります。Are you being too obstinate? Open your heart, you will find the answer. 我们是不是在之前过于固执了，过于执拗了？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会发现啊，答案就在这里啊。我觉得这张牌其实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现在还有点打不开，或者说，我怎么打开我自己啊？虽然说我会有多少一点固执吧，但是怎么去转化呢？你有一个指导灵，你有这样的一位祖先在温柔的、慈爱的等待着你的连接，给你很多信息。其实是你是很让他们骄傲的灵魂呢。
你是很让他们骄傲的孩子，所以说你的内心当中有可能就有这么样的一个能量和答案在这里。之前的一些执拗啊，我们这边会有这个 OK exploration，I'm sorry， 这个牌当中有一种探索，我觉得其实你有可能迟迟没有找到属于你的那一扇门，你有可能就是找了很久，或者你就是一个探索者，但是这都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你会有点内心中发脾气。我觉得其实啊，宇宙又给你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因为你在找，因为你在问，你的指导灵又帮你开了一扇大门，你会发现，转过身来，当你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你非常的美丽，你值得一切，所以你的内心里边本身就有这个答案。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走？我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发展？我在感情上、事业上、财富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开展？你都会找到这个答案。更多的时候，你要让自己学会，驱赶你内心当中的某一种困惑。你需要晴天，你需要天空给你的能量，而不是云彩，而不是阴云给予你的这些比如说困惑，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气脉都堵塞在这里了，有可能会模糊了你的视线。你们要看到，其实外在有很多很多正在发生的变化是为你而来的，所以去拥抱这些改变，拥抱你生活当中的很多信号，你会发现啊，你的生活一片阳光灿烂，你也会看到完美的、完整的满月在这个天上。很多朋友，我觉得是。现在是3月啊，这90天过后啊，要在今年的8月左右，或者说未来的5个月、6个月之间。但是 anyways， 我看到其实在今年当中，你会发现你在寻找的某一件事情真实的答案和真实的自己已经破土而出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讯号，祝福大家。OK， 那今天第4副牌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卡牌也解读到这里了，很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接，祝福大家在未来的这一个阶段当中都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也祝福大家可以打通我们灵性当中更强烈的一次转化，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遇来找到我们自己，实现我们真正的闪耀。很感恩跟大家每一次的学习和连接，让我们彼此祝福，一起加油。那今天我们的卡牌就看到这里了，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了我们最右边第5副组牌绿色萤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副组牌绿色萤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在这个春分新月到来之日，来看一下未来90天这个北半球的春季啊，南半球的秋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春日惊喜？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礼物？好，那今天呢，大家选到最后一副啊，首先我们将神谕卡，我们的 Oracle 先移一步，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和指引。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的主牌大家能量是如何的。第5副牌的朋友选到了绿色萤石啊，我们抽到的是秋分的能量，我们抽到的是Staring 呢，仰望夜空的能量。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时节里边正在做一个气场上的转化。宇宙给你们的一个能量，就是你外在的一些环境上的阻碍和困扰将会被清除，这个是业力上的一种清除，所以你会被 release， 你会被真正的释放出来，你的能量，你真正对待环境的这个接纳，你真正跟事实啊，就比如说一些现实、一些真实的情况将会被曝光在水面上等等，你将会真正的去看到，并且去接受这个实相。有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些转变其实是在外界的，如果其他一些牌组都是内在的话，你们的转变更多来自于外在。比如说你们需要环境被清理啊，指的就是比如说类似于啊，大家有可能在家中做大扫除，有可能你们在所在的公司组织，或者说你所在的这个范围当中遇见了一些变化，一些人有可能他们在变动啊，在改变他们的职位呀，他们有可能在来来走走，但无论如何，外界气场上和磁场上都会给你带来一种真正的全然一心的，并且是非常整洁的，可以让你去真正得到呼吸、得到氧气的一种状态。很多朋友，我觉得啊，你们当下有可能会有一种无奈的感觉，比如说我被迫要去接受一些什么，比如说我要让自己去多做一些什么。我们看到这2张牌里边同样的影像，就是树林啊，这个树生长到天空，再往上蔓延。
我觉得你们的灵魂其实有一种思乡的感觉啊，每次看到这张牌都是一样的。你们在思乡，你们有可能是一部分朋友，你们是萨满也好，你们是Star Seeds，你们是星际种子也罢，你们会有一种我不属于这里，我要去回归到某一种状态，或者说我喜欢原来的那一种状态，我怀念的某一个人、某一个情境等等。我看到你们正在让自己慢慢接受你们的存在，接受你们的责任、使命和任务，还有就是外界的环境会给你全然一新的翻新，这是宇宙给你的祝福，就是你是被保佑的。还有就是一些让你感觉到不舒适的状态，或者说这个地方的磁场、气场实在是让我太不舒适了。我经常一到这个地方，我头昏脑胀啊，晕晕的，或者说你会觉得目前打个比方，比如说你所在的公司这个风气，或者说这里边那些人事物、人际关系等等是复杂的、纷扰的、让人烦忧的等等，你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们在被清理啊。这个清理指的并不是说他们在被cancel 还是怎么样啊，指的是你将会发现一些事情它的变动是趋向于你的，是趋向于让你可以去松弛下来，让你可以去得到透气。或者说如果你之前在遇见一些人事物的纷扰，你遇见了一些小人一些问题的话，他们的矛头将会逐渐的转移，从你的身上转移出来。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北半球的春分到来到今年的秋分之间这半年之内，我们看的虽然是90天，但是我看到这一个阶段里边，你也将会去渐渐接受一些现实，你将会让自己去看清楚你未来要做什么。短期来讲的话是半年，长期来讲是未来的我们所说冥王星进入的水平呢，就10至20年或10几年或短期来讲3年、5年等等，你会发现你再去接纳自己或接纳环境的一些变化，有一些变化是不可逆的经过了我们的疫情，经过了我们一些经济方面的改变等等等等外在的冲突改变太多，所以有一些事情它是不可逆。但是对待一些朋友来讲，你们在接受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花了时间，有可能花了能量，有可能你们是老灵魂，有可能你们之前一个常年稳固的形态在被打破。不过好的就是当下，当你重新仰望星空，你会发现一切都在被翻新你也像是一个新生儿一样，再去重新连接到了你的高我和指导灵，并且在这一次你得到了助力，得到了帮忙，你得到了真正的疗愈、净化和清理，好吧？好，我看到你们是你们的能量场其实是 aura， 比如说你们的光偏向于深蓝和紫色你们在光当中不像是那种就是说海底轮，哪怕你们有一个稳定的海底轮，但是你们不太会去使用你们的脐轮、海底轮的能量。比如说你们过于的有一种强烈的这种扩张欲望攻击力自我保护欲望，其实你们是很澄澈透明的一群人。我们进而看一下我们的 Tarot 塔罗牌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在未来这段时间真正的惊喜是什么样的好，我看一下第一张牌 Four of Cups 圣杯4号的逆位。好，继续看一下这边出现什么 Two of Swords 宝剑2号的逆位。好，我们再继续洗牌The Hanged Man 吊人牌正位。首先讲一下吧，这几张牌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卡牌。很多朋友如果我感觉是在去年2022年的秋天，如果你为了什么事情被卡住，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决断，你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判断，你转职了，你再去寻找新的方向，你再去学新的东西，你在感情上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抉择，一些朋友有可能类似于分手、断舍离，或者说我要去做一个什么灵性上的扩展等等，全部都在这半年当中得到了真实的回应，就是说他们都是有真实的回馈的有真实的一个成果的。不过呢，就是有可能你在得到这个成果，达到这个目标点，或看到这一片风景的时候，你花了时间。我觉得一些朋友，其实你们在这一次春分到来的时候，你会重新的去肯定你之前去做过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你断舍离的一些人事物。你在这一次也接受了自己目前的一个形态，比如说我要去怎么样做事情，或者说
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我觉得这些转变对待最后一副组牌的朋友来讲也是一样的，长期的、不可逆的，而且对于你的灵性，对于你的生活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影响，但这全部都是正向的。我觉得你们不会在二元对立，或者说去做一个什么纠结的摇摆啊。在这个春分到来之后，你将会非常通顺的将你之前所去经历过的旅途经验，还有就你做的计划展现出来。有可能你酝酿了很久，有些朋友有可能你负载了很多压力阻碍，有可能你不被世人所理解，还有就是有可能你之前也负担了一些业力的部分，比如说一些人事物啊，我们说一些有可能影响你的，有可能会吸取你能量的部分。那在这一次啊，这个春分到来的时候，整个的3月尾4月初，你会发现你的能量已经幡然一新。这边是 Strength in Reverse 力量牌的逆位。一些朋友我觉得啊，对待你们来讲，其实当下这个阶段你的很多改变，它都源于你之前的一种，我们讲就是你的一种封闭，一种不自信，或者说你的一种个人成就和发展成长的欲望。我觉得你们在战胜你们的某一部分的不自信，比如说有可能这边有这个琴棋书画的这个几个专业和项目，有这个有理系有文系理科和文科，有这个物理自然等等，你有可能就是不擅长一个部分，但是这个部分的不擅长有可能就会让你在某一个阶段感觉到我是很欠缺的。比如说我居然数学不好，我居然逻辑推理的这个状态并不是很棒。当你遇见了一些要去展现专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必须要保持沉默，甚至你没有办法让自己自信了。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遭遇到来自于内部的质疑，比如说你会怀疑自己，你周围的一些特别亲近和支持你的人有可能会怀疑你。有些朋友他是在灵性上的，你有可能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周围的讯号杂音，影响了你在灵性上的，在个人成长上的一些转化，所以你会去牺牲自己。这边有张 Queen of Cups， 也就是说其实你是一个在内心里边非常有爱的，你是一个想要去平衡一切，甚至你希望有任何的一件事情它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然后你会在这个事情当中也去展现出你的一份平和和爱和理性。但是之前的一个阶段它被打破了，你们有可能被绕到了一个环境和一个状态里边，走不出去也退不出来，无法全身而退。一些朋友有可能带入它是一个感情状态，比如说你遇见了你的灵魂伴侣，你跟你的正缘，你跟你周围的人出现了感情上的一些纷争，或者说你遇见了一些三角关系的问题，你遇见了一些不自信的一些内在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这边出现一张 Lovers 宇宙来给你的这个信号，给你的这个讯息其实蛮明显的，就是你会得到在情感中，在合作当中非常良好的这种肯定，你会得到这个 Hierophant，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契约，它是一种承诺。你的指导灵也包括你身旁的高我的能量都在告诉你去这样往前付出，就去这样往前去爱，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更多的有可能让你内心中匮乏的这一个部分，都是需要我们内在给自己更多的力量去调整它，而不是说去质疑自己。这90天之内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无论如何有可能你做不了什么样的改变，但是如果你已经决定往一个方向去走了，这一次你也会非常虔诚和认真的去履行它。第5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能量是复合的，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2张5号牌Five of Swords 宝剑的5号 ，Five of Pentacles 金币的5号。我们去 clarify 一下这个能量，抽到的是 Chariot 战车牌，也就是说，其实无论你们面临这个阻隔，你们面临的这个坎，或者说你们面临这个困境是什么，你大胆的往前走几步，我认为其实你会很快的从这个纠结状态当中走出来。一些朋友如果是情职、情商，或者说在感情当中你有点匮乏，比如说我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份爱，我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份安全感，我一直在等待的是这样的一份承诺，有可能你们需要从这个迷思当中走出来。这90天里边，你将会发现你会为自己创造出一种真正的安全感、踏实感，你也会让自己真正的去排斥和消解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事情我再去执着它无意义了，你会将它真正的丢掉，你会开始去爱自己，还有就是周围的环境自然而然的会去带给你带有善意的人事物。但是
同样帮助他们也帮助自己往前去走的一定是你自己。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需要让自己在这几十天啊90天之内，也包括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功课啊，长期的功课。比如说90天以外，我们看到今年的其实上半年它算是一个节点了啊，这90天已经算是一个节点，但是在未来的一个阶段，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如何去爱，如何让自己，既去付出，也可以去丰盛自己，也可以去得到同样的回馈，这全部都是你们要去完整的一个课题。好，这都是一些很虚象的、很抽象的东西。那我们讲一些具象的，比如说我切实的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消息？一些朋友我觉得是正缘来临啊，就比较明显了。当然，我觉得其实你们无论对待正缘也好，对待我们所说的逆缘也罢呀，对待感情对象，对待你的灵魂伴侣，对待你的 twin flame，其实你们都是一个付出型的人，你们是很虔诚的人，然后你们是内心当中很直接，而且付出情感上来讲，比较温柔的这样的一种类型。我看到这种温柔里边，其实多少也带有一种淡淡的伤感、淡淡的委屈，或者说一种自我怀疑。其实你们真的非常值得被爱，而且你们的人生里边真的有这个真爱。有可能对方和你有一些障碍，比如说他离你蛮远的，比如说他现在经济出现了某一种问题，他需要你等他。他可能和你在一个漫长拉锯当中，但是这个 lovers 这个恋人牌出现了，这个教皇牌出现了，就代表了你们的爱其实是有回响的，你爱的人是在爱你的，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去看到的部分啊。虽然说现实还是现实，但是你可以去发现这个部分已经被你理顺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关于你的个人成长方面，比如说事业上的、金钱上的，这个阶段有可能事业和金钱还有一点卡，但是你有可能会放下一些，比如说你有很多目标在眼前，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这次会放掉一些不重要的，你将会接受现状的同时，也会去在最重要这个部分去，呃，得到能量，甚至你们将会去学习，你们将会去感应。所以我觉得在这几十天当中，你有可能会踏上一个真正学习的旅程、修行的旅程。还有就是常年的，比如说一些朋友你们会回归到校园，你们有可能会重新的去进行某一种精进啊、精修。比如说，哎，我喜欢心理学，我喜欢经济学，我要去读一个 MBA 啊，等等，有可能都会有。你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原因就在于其实补充能量的时间点已经到了，这也是你们去补充能量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会帮你们去得到自信，所以说可以去充电。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等待工作的机会、财运的机会的话，慢慢来，先不要着急。如果有一些投资的话，你们首先可以及时止损一下，再者就是有专业的人士有可能会帮助你们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感觉到你们的贵人是偏向阴性能量的，有可能是你家族当中的女性长辈，有可能是你周围的这种女性上司等等，他们会成为你人生当中蛮重要的一个师长，或者说给你这样的一些谏言等等。他有可能也是一个，比如说老师，他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你在网络上，比如说看到了某一个我在学习心理学，那我看到了一个老师啊，他给我很多很多的资讯，给我很多很多的灵感，都算是你的一个贵人。我觉得你们其实在这整个的上半年当中，再去寻找人生全面的一个新的旅途，而且它是蛮偏向于灵性，偏向于长期的目标的。所以暂时来讲，在经济、在物质上，你们可以让自己去放一个长线。我看到你们当去就是说专注你们的这个注意力在某一件事情上，或者说你们专注在一些事情上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而且一旦你成为了你目标这个状态，你将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然后非常让人仰慕的，非常具有资历的，并且可以一直发光、常年发光这样的一个能量。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有在钻研什么，然后你们有可能是在常年去履行什么，或者说你们在从事什么。其实你们的专业有可能都是要磨练你们，花你们的时间，甚至要让你们被动的变得佛系。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如果可以去改变的话，知识和学习，还有就是系统的一种理解，比如说对待一个行业、一个领域系统的理解，还有就是你们对待自己的一种接纳和爱，可以去改变你们的命运，并且这当中有可能有你们命定之人，比如说你命定的师长，你命定的伴侣，跟你有灵魂契约的人来帮助你，让你在这条路上是不孤独的。
紧接着啊，我觉得这个副牌的朋友最好的一个部分是你们的灵性成长。我觉得感情上这件事情是蛮明显的，因为有 lovers 有恋人牌，但是在灵性成长上，你们反而是会跳出之前的一个非常卡的困顿的阶段，重新的去让自己排除掉一些烦恼。所以这个 release 其实是你排除了一些烦恼，你从之前的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当中跳出来，让自己得到一种自在的一个状况。一些朋友我觉得这种自在会给你安全感，会给你目标，会给你方向，有可能也会让你去真正的满足你当下的一些情感的需求。这个情感需求，比如说我最基本情感需求就是接纳自己，紧接着就是我会去找到我的灵魂伴侣和知己，懂得我的人，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感受到舒适的。还有就是你也会有温柔的源源不断的一种爱给予周围的人。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啊，很多朋友，我们再抽一些牌去 clarify 一下。你们其实是在去有一些朋友你们在抛弃之前的一个自己，比如说你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前你做过的一些事情，你甚至是一些朋友你们在搬家，你们在离开之前的一个阶段，一些朋友可能离开了婚姻，有可能你们离开了之前从事蛮久的一份工作，你们会重新去创造一片稳定，要相信自己。如果这当中一定要有一些变化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让自己去重新扎根，而且这一次你也会非常有活力的让自己的这个灵性之树长得非常的丰盛。Four of Pentacles 这张牌的逆位其实是一张很好的牌，它告诉我们是我们可以去打破之前的一种保守，打破之前的一种比如说思维的定式，或者说我们可以让自己更加拥有活力的去跟着这个日升月移啊，这个斗转星移去展现我们内在真实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灵魂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大树，也就是说你的高我在给你很多同频的能量，帮助你去丰盛你的物质，帮助你在3D 世界当中真正的可以扎根。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转移你们的根据地，你们在转移行业，你们在搬家，然后你们在做人生中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一些朋友是离开婚姻，我们刚刚所看到，一些朋友有可能是我要去进入婚姻，我要去进入一个承诺关系，这全部都是你的一个转型。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升级啊，一些朋友可能又要当父亲当母亲等等，这个也是有的。你们有可能要去面临在经济上物质上的一种实实在在内在的变化，比如说我未来的理财，我未来这个一个很长的很漫长的一个年度啊，或者说一个时间吧，一个时间的周期，我要如何去做一个分配和调节。我看到你们会在这当中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要相信你们自己的理性，也相信你们的专业，也相信你们做事情的一些经验和感觉。所以说一些重大的变化我觉得会出现，但是不是在这90天，很多朋友我觉得是在未来的这4年期间，我看到这个数字啊，短期来讲2到4个月，长期来讲2到4年。然后我们今天要看的是90天的能量，所以这里边的惊喜，我看到是你在为这个巨大的转变做一个铺陈，做一个布局，还有就是你会得到非常不错的帮助支持。有些朋友你们会看到不错的感情对象或不错的一些合作方出现了，还有就是他们和你的合作是长久的，非常长久，是很坚固的，还有就是它会成为你根基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也是上天在这个时候给到你的，是你非常需要，而且是非常 deserve， 你非常值得的一份礼物，好吧？你们是值得这份爱的，你们要相信自己啊。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建议和指引啊，看一下星座，一些朋友你们水象蛮重啊，巨蟹、天蝎、双鱼，一些朋友你们偏向于这个双子座，你们身上有火象的能量。其实我觉得这个牌里面火象并不是很强，你们现在所凸显的东西是火象的对面风象的能量。如果你是火象星座的话，你反而要去展现出你的对宫星座能量。打个比方，如果你是牡羊座的话，你要展现的是一种天平的状态。我觉得这样讲有可能还是有点抽象。那我们反过来讲，就是你要去用你自己之前没有用过的方式。如果你是很急的人，那我们就慢慢来。如果你是一个很偏向于行动的人，这一次要用理性。还有就是你在这一次里边要注重的是你内在和外在的一种平衡。我看到这种平衡会给你带来源源不绝的灵感和魅力，还有就是物质世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机会。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宇宙的指引和建议。第一张牌是我们的指引牌，我们抽到的是 attachment。
longing and desperation。我觉得一些朋友其实你们有可能还是一样，不知道前半年里边你们经历了一些事物，让你们还深陷其中。如果是一次分手，一次失败，或者说你现在还纠结的一些部分，这是时间了啊，我觉得是在下一次满月到来的时候，你将会离开这个纠结，因为宇宙在帮你 release， 在帮你去释放，在帮你去重获自由，在帮你去找回你遗失的部分，去接受啊，去真正的接纳自己。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让自己在这个阶段当中重新的去看到机会，也看到你们的一些可能性。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一次不必去太在意外界现在出现什么转变了，一些朋友可能失业啦，一些朋友可能失恋啦，一些朋友可能要去重新的做一些什么样的转折和转化。我觉得你们考虑的问题一定要就是减少，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你们要把就是如果你和众生都在结缘啊，你周围的人呐、事物、家人呐、朋友啊、金钱呐、感情啊，你要让自己在这当中获得一种真正的自由，就是任何的事情它都是你的，但是你都可以跟他们不沾边。这一次你要从这些网，比如说众人对你的期待，这些事情当中真正的解放出来。宇宙来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未来的2到4个星期之内，你们将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解决。我觉得从内心里边也是一样，你们先要让自己去放下。比如说我们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带嘛，那未来我们要离开，有可能在3D 世界当中，我们要经历啊，这个3D 世界我们总是要有成住坏空、生老病死的，我们未来确实也是要会经历一些离别，我们什么都不会带的。所以这个 attachment， 你的一些附着物，你的一些附属物，不管它是物质的、情感的，你放不掉的人等等，你都要让自己更加潇洒起来。这是内在你可以去做，当然在外在，我觉得宇宙也会帮助你啊，做一些调理。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些类似于解决不了的纠纷和人事物的关系，宇宙在帮助你。第二点，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显化。我们抽到的是Last Quarter Moon in Capricorn， Leave the past behind。OK， 这张牌就是给到大家的啊，放下过去，把过去放在过去。所以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在感情上出现了问题啊，这个人他会不会回到你的生活？我们刚刚有可能没做这个解释。我认为过去的就是过去的，把它先放下。不是说我失恋了我就要去接受什么失恋的苦果之类的啊。你值得和拥有非常好的，而且我看到的就是现在如果你还要去背着这一个重负往前去走的话，那我们这个阶段就还是没有结束，无论是90天还是再给我们90天，它无法结束。所以你需要主动的让自己去看到一些新的机会。Leave the past behind 不代表这个过去的人事物不会回来，但是你需要把之前的这个阶段，之前的一些因缘业力全部都放在过去。如果这个人这个事物能够重新的归来，他是新的，哪怕他是之前这个人，他的姓名是一样，他能量是一样的，他和你之间的这个章节和你之间的故事也一定都是新的。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个新的开始6到7月之间你们会出现，但是还是一样，如果你面临的是阻碍、困难、僵局的话，这个僵局你需要自己打破，你需要自己先要去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让自己单纯的去放下和自由一点。你们需要让自己我看到一些朋友啊，7月之前你们将真正的去离开这个阶段。如果一些朋友我觉得太沉重了，怎么还有这么长一段时间，那最近这个阶段下一次的满月就是你最好的时间点，让自己去先放弃掉一个沉重的部分。如果是身体上的疲惫，如果是健康上的一些部分的话，我们去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帮助。你们将会发现啊，当你们真正的去从内而外的首先独立的，我去决定了我要做这个转化，这个转化它才会真正到来，并且它一定会到来。好，那我们再抽一张，我看这副牌的朋友你们有点辛苦，有点疲惫，我们再看一下啊。第二张牌也是摩羯的 First Quarter Moon in Capricorn， 这个牌的朋友你们是摩羯巨蟹啊，这个对宫星座的蛮多的。Unleash your kindness self 啊，把最慈悲的你展现出来。很多朋友我觉得啊，你们需要去在内心深处做一个自我疗愈和自信课程啊，因为摩羯啊，土星所守候的，有的时候代表了一种压抑、困惑和不自信。
当然这当中它带有的也是一个很强烈的修行、学习、自我考验的一个能量。一旦土星的功课过去，你将会成为一个非常超然的、非常具有智慧的，并且非常幸福的个体。很多朋友，你们需要让自己在满月之前的星期六做一个散步，你们可以去接近自然山川，特别是山石和地的能量这个会帮助你们去稳固你们的海底轮。还有就是你们需要把能量交还给大地，重新的让它长出新的枝芽。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在内心里边去释放掉之前的压力，因为土星已经换座了，有可能一些朋友换到了跟你们相关联的星座，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离开了土星。但无论如何，土星给你的课永远在这个地方，并且一阵子你有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去复原，完全去接受和缓过来，因为我们毕竟是3D 世界的肉体，所以很多时候你们不要让自己过于负重前行，适时的把这些压力放到一边，给自己一个时间去舒适的呼吸，舒缓的生活一下，包括你们也可以适当休假，好吧？好，最后读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我们看一下箴言卡，阅读一下当中的 message。感謝の気持ちは相手や物事への深い理解から生まれます。A feeling of gratitude comes from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other people and circumstances. 感谢来源于我们对于对方、我们对于事物深刻的理解。当我们对于物质我们对于周围的人事物有深刻理解之时，我们会产生一种感谢。怎么去感谢？有的时候我们无法感谢，因为我们有太多困惑、苦恼3D 世界就是一个从苦恼当中修行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自然而然无法特别圆满、特别美丽。但是还是一样，当我们去 focus 在我们拥有的，而不是失去的，当我们去看到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有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谢，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修行。其实摩羯所带有的这个土象的能量土星的能量，它是一个带有 karma 带有业力的一个部分，并不是说你们在还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做什么，宇宙会原本的回归到我们的身上。因此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当下会有一种任何事情你们沉浸进去就喘不过来气，工作也好，事情也好，人物也罢，我觉得你们要在这当中去看到其实你们是很感恩的人我能够感受到你们在感恩，然后你们再去感谢，你们再去理解这个宇宙当你真正去有这样的一个能量散发出来的话，这就是你的 kindness， 你最慈悲的自我，这个也是菩萨的能量，这个也是宇宙能量，这是爱的能量，这是一个高频率的能量，能够去帮助你去克服前方的一些阻碍。我看到其实你一旦去拥有和丰收是非常丰盛的，所以也去感恩这种丰盛和机会，宇宙在帮助你去看到当中的一些实相真实的东西，好吧？OK， 那第5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解读到这里，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接和跟大家今天共同的学习，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个阶段，短期来讲90天，长期来讲这个新时代到来的这几年当中，都是可以去修好我们的课题的，也是可以保持一种开心、平安和幸福的状态的。很感恩跟大家一同学习和共同的连接，祝福大家，再次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就看到这里啦，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